男人一手雁门太守行，可挡10万敌兵不得寸进；一曲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战师一响，可斩敌方首领于无形。这是一个以势入道的世界，谁敢言百无一用是书生？男人穿越到大周一个小县令的身上，一睁眼便发现自己身处战场之中。回忆之下得知，原主人刚死于一支利箭之下，而自己却穿越到了这个县令身上。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现代人，求生欲让他现在只想躲起来。大人要去何处？一个身穿盔甲的大汉挡在了李牧的身前。李牧懒得废话，只想快速离开战场。大人说过要与晋北城共存亡的。盔甲将军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横移一步继续挡了上来。自己在前世只是一个18流的小说写手，因为收益不好，于是连续干了1个星期，突然脑袋一晕，醒来时就出现在这里了，还莫名其妙的卷入战争。他可不想死在战场上，我受伤了，需要休养。李牧捂着胸口继续向后方走去。可是大人，盔甲将军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眼神中闪过一丝绝望，但是这一次却没有阻拦。听到两人的对话，周围的将士都看了过来。李牧扫视一圈后发现，这些士兵们小的只有11、12岁，年龄大的已头发花白。晋北县打了3天3夜，所有的老弱病残都上了战场，只要能坚持到镇北军的到来，晋北县就有救了。对上这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眼神，李牧不由来的感到羞愧，脑海里回想着这个时代的讯息。这个世界不但有气血如龙、力大如牛的武道者，还有可通灵修仙，一身修为可翻江倒海的修仙者，更是有才气在身，诗词可勾动天地元气，亦可杀敌斩魔的儒道者。李牧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作为一个熟读唐诗宋词的现代人，中华上下5000年诗词无数，自己又有何惧？突然嘹亮的战鼓从远方传来，敌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一眼望去，一大片黑压压的骑兵从远处疾驰而来。不待李牧开口，天空满天箭雨朝着阵营倾泻而来，士兵们举盾抵挡，却依然死伤无数。李牧看得瞠目结舌，胃中一阵翻滚。原来这就是战争啊！正在李牧失神之际，大人小心！突然，一个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突呲一声，一支箭矢射入对方的身体。李牧瞪大了眼睛看着挡在他身前的士卒，鲜血如泉水般从他的脖梗处涌了出来。李牧看清了，这是一个11、12岁的少年，他为自己挡住了必死一箭，眼神中还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一丝留恋，最终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李牧眼中发红，看着城墙上一个接一个倒下的大周士卒，他此时气血上冲，转身走进阁楼中，拿出纸笔。李牧一边挥动手上的毛笔，一边大声吟诵，如同魔音贯耳一般传遍整个晋北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云开，角声满天秋色，塞上胭脂云叶子。笔停，雨落。随着李牧最后一个字的落下，一道刺目金光划破了天空，化作万道霞光笼罩了整个晋北城。这是异象，失传千古的儒道异象。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这种失传千古的天地异象，百年难得一见。此时一出便能得天地认可，勾起元气涌动。李牧直呼地球古代大佬恐怖如斯，看着城外黑压压的敌人大军，突然心生豪气，大笔再次一挥，一片金光泼洒而出。大周的儿郎们，保家卫国报君恩，给我宰了这些兔崽子们！金光大作之下，无数的财气朝着大周士兵涌去，他们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多日连战的疲惫也消散一空，有了李牧的诗词加成，大周的士卒们状态拉满，纷纷将敌人斩于刀剑之下。李牧也不甘示弱，无数天地元气涌入他的身体，凝聚成万千利剑攻向敌军。城上的大周士兵看到自家大人出剑之威，一个个精神大振，愈发勇猛。就在李牧大展神威之时，嗖的一声，一支利剑带着一抹红光破空而来，李牧周身金光大作，来不及躲闪，长剑一横挡下致命一击。大人小心！是敌军的大修行者。盔甲汉子也注意到了李牧这边，敌军营地内，一高大男子手中握着一把黑色长弓，竟然挡住我这一剑，有意思。黑衣男子露出一抹笑容，顺手再次抽出2根黑色长剑，嗖嗖2声，2支黑色长剑划破天际，再次射向城墙上空的李牧。早有提防的李牧早有准备，长剑一挥，一抹金色剑气凌空劈出，将这道红光击成粉碎。还不等李牧松口气，红光再次一闪，不对，是2支箭矢，后面一支才是真正致命的一剑。长剑在李牧瞳孔中不断放大，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李牧心中大骇，左手连挥，一道天地元气构成的气墙挡在了身前。轰的一声巨响，李牧终究是低估了黑剑的威力，气墙抵挡片刻便消散，身体被强劲的力量撞飞10余丈，所幸力量抵消大半，未能将自己一击必杀。本以为自己熟读中华上下5000年诗词，便可在这一世横行无忌，看来还是小看了这方天地间的高手。思绪翻转之间，李牧一步踏前，浑身财气爆发，天地元气涌动，手中毛笔如灵蛇般划出一道道虚影，2排金色大字赫然浮现在半空中，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笔停，失落，一道青光如一条蛟龙般冲天而起。李牧手中毛笔一挥，青光带着寂灭气息化作一把青色巨剑，朝着敌军大修行者斩去。城下的士卒们抬头看着李牧，不可置信地喊出2个字：战师。大周东，漫天大雪，天空中弥漫着一丝肃杀。北境边关退了，敌人退了。哦哦，晋北县城，城墙上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城墙外密密麻麻堆积着无数尸体，敌人士兵正抬着一具具尸体向后撤离。大人，大人！李牧在一阵摇晃中睁开了双眼，胸前一阵剧痛传来，扫视了周围一圈，不大的阁楼里躺满了伤兵，正在呻吟哀嚎着，迷茫地说道：“你们在拍戏？你们是哪个剧组的？我什么时候进剧组了？大人，您在说什么呢？”一个穿着盔甲、身材魁梧的将军看着李牧，疑惑问道：“
周围士兵也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大人这是受伤一怔了？突然脑袋一阵剧烈的疼痛，李牧捂着头，一阵阵记忆碎片涌现了出来，自己是穿越了。这是一个名为大周的朝代，前身也叫李牧，出生于商贾世家，幼童时期手握书卷，金榜题名，北境上人献尊，战场刀兵零零散散的记忆逐渐汇聚成了他熟悉世界。敌人3天前南下犯边，烧杀抢掠，边境多个县城被攻破，百姓死伤无数。前身靖北县令还算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得知敌人来犯，提着剑亲自上城墙督战。有了县尊邸的加入，将士们士气高涨，抵挡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以往的话，敌人来犯，打个1、2次，攻不破城的话，也不会浪费时间就撤了。但这次却是不同往常，敌人3天了还未退去，而且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李牧也察觉到了不对，一边派人向边关守军镇北军求援，一边与靖北县的县兵们死守着。今日的敌人进攻异常的猛烈，乱箭中胸口，被一箭射中，当场便领了盒饭。W 卡德尔塔呼 net。 李牧一阵愣神，看了看胸口，剑已经被取出，简单的包扎着。离开这里，李牧回过神来的第一反应就是一边想着一边就要起身。大人有伤在身，不宜乱动。说着便被穿着盔甲的将军按了回去。李牧再起身，再被按了回去。扶我起来。李牧也不再挣扎，眼神不悦地开口说道：这特么哪来的二愣子？盔甲将军闻言不解，看到李牧扫过来的眼色不善，还是急忙扶起了李牧。李牧起身便往外走去，刚出阁楼，一阵寒风袭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一直跟在身后的盔甲将军眼疾手快，伸手扶住了李牧。Wap Kanashmo Net。 李牧感激地看了一眼盔甲将军，稳住身形，快步向着城墙下走去。大人要去何处？盔甲将军铁塔般的身子挡在了李牧身前。我要下城去。李牧往边上一绕。大人说过要与靖北城共存亡的。盔甲将军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往边上一靠，依然挡住了李牧。神经病吧，命都没有了还共存亡？李牧不过是一个21世纪生活在红旗下的小人物，到现在他还是没能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我受伤了，需要休养。李牧捂着胸口，继续绕步。可是大人如果现在离开，雪一停，敌人就会发起进攻。您不在城上，我们怕是经不住一轮进攻，靖北县就会被攻破。咱们抵抗了3天，杀了不少敌人，城破了，敌人肯定要屠城泄愤的。盔甲将军眼神中闪过一丝绝望，但是这一次却没有阻拦李牧。李牧停下脚步，转身扫了一圈。战斗刚结束，城上将士都在快速地打扫着战场。听到两人对话，都停了下来，看着李牧。李牧扫了一圈，发现这些士兵们很多小的只有11、12岁，年龄大的头发都花白。靖北县打了3天，虽然守住了，可也是伤亡惨重。前身便组织了城里民众上城抵御敌人，只要能坚持到镇北军到来，靖北县就有救了。对上这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眼神，李牧心中不由来的感到羞愧，又抬头看了看盔甲将军。记忆中，盔甲将军叫周庭，是靖北县的县尉，统领着靖北县的兵马。脑子虽然一根筋，但武艺却很高强。我只是下城去找点药，取一些东西。李牧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这一句话，说完自己也是一愣。大人需要什么，直接吩咐一声，下官招人给您取来便是。大人有伤在身，何劳亲自跑一趟呢？周庭关心的道。文化人的事你懂几个？说完却是转身往城墙上的阁楼里走去。闻言，周庭尴尬地挠了挠头，帮我准备纸笔。王腾声音传来。好嘞。周庭心中一定，嘴上答应着。李牧返回阁楼，靠在了柱子上闭目养神，脑海里整理着这个时代的讯息。这个朝代是大周朝，大周地域广阔，一族强盛。这个天下有儒道、佛道、武道、道家、仙门、妖魔、诡异。儒道财气在身，其品尽是极地，可勾动天地元气，诗词亦可杀敌。佛门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修行法术可救苦救难，亦可降妖除魔。武道一途锤炼自身，精炼肉体，气血如龙，业能力大如牛，开山裂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道家一派修行之道，可增长寿命，道家法术更是威力莫测，驱妖镇邪。仙门则可通灵修仙，修成地仙，一身修为可翻江倒海，举世无敌。妖魔诡异，妖力强横，神出鬼没，一爪可毁灭千丈山峰，妖气滔天，无所畏惧。回忆着前身的记忆，李牧松了一口气。前身尽是极地出身，要说财气虽然不多，但好歹可以勾动天地元气，
至于才气，呵呵，李牧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中华上下5000年，唐诗宋词那么多大佬，诗词堆都能堆死你。李牧靠在柱子上，努力地想着自己学过的唐诗宋词，很多他一时半会也是想不起来，毕竟10几年没有摸过课本了。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李牧吐了口气，想了半天，只憋出来一句：“卧槽！”他大口地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这是哪？随后，石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一个单人宿舍，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带着疑惑，石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17、18岁的年龄，外貌很帅。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星星阅读 App， 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之前的自己是一位20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而现在这相貌怎么看都只是高中生的年纪。这个变化让石宇发愣很久。千万别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身体面貌都变了，这根本不是手术不手术的问题了，而是仙术，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难道是自己穿越了？除了床头那摆放位置明显风水不好的镜子，石宇还在旁边发现了3本书。石宇拿起一看，署名瞬间让他沉默：新手饲养员必备预售手册，宠兽产后的护理，一种族兽耳娘评鉴指南。石宇，前2本书的名字还算正常，最后一本你是怎么回事？可石宇目光一肃，伸出手来，不过很快手臂一僵。就在他想翻开第3本书，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他的大脑猛地一阵刺痛，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冰原市宠兽饲养基地，境北城墙，雪慢慢停了下来，天空阴沉沉的，仿佛快要塌下一般。敌人进攻了！正在闭目苦思的李牧被城上的士卒高呼声惊醒，他睁开眼睛，朝城墙上走去，一眼望去，只见一大片黑压压的骑兵从远处疾驰而来，在城下铺成一条长龙，旌旗招展，黑压压的一片，仿佛乌云盖顶一般。敌人！敌人！随着城上的士卒高声呼喊，休息中的士卒们纷纷起身冲向城头，矮身缩在墙垛之下。李牧正要上前，却被周婷一把拉住。不待李牧开口，只见天空突然变黑，接着只见满天箭雨朝着城上倾泻而来，密集的箭雨划过白纸一样的空气，发出噼啪的声音。士卒们纷纷举起手中盾牌，遮挡着那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箭雨。一轮箭雨过后，敌人的部族已经冲到了城墙下，架起云梯，城上士卒纷纷起身，抱起滚木巨石向下砸去。只听轰隆几声巨响，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士卒被砸倒在地，城下也顿时血流如注，浓郁的血腥味在寒冬中弥漫开来。弓弩，给我射死他们！弓弩准备放！周婷怒吼着。只见一排排士卒弯腰将手中的长弓搭好，然后将箭矢上弦，拉动弓弦。只听嗖嗖的几声，无数的利箭破空而出，带着凛冽的杀意直奔城下。眨眼间，城下的敌人士卒一排排倒地身亡。李牧看得瞠目结舌，胃中一阵翻滚。这就是战争啊！他喃喃低语，看着城下敌人士卒的尸体。李牧脸色苍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哪里见过这种残酷的场景？正在李牧失神间，已经有敌人的部族攀上了城垛，然后一个个挥舞刀枪，跳跃而上。大人小心一些！这时的周婷已经顾不上李牧了，说完，带着一队人便朝着城上的敌人扑了过去。李牧呆站在原地，还未回过神来，眼中充满了震撼。城上的士卒们虽然占尽地势，但是敌人实在太多，攻势实在太猛烈了。登上城头的敌人越来越多，看书了啊！大周士卒虽然拼死反抗，却仍旧抵不过对方人多，很快便有不少大周士卒倒下。大人小心！李牧回过神来，一抬头，只见一抹刀光从上而下朝他脖子砍来。他瞳孔骤缩，本能的想要躲避，却发现自己竟然浑身使不出一点力气。噗！刀锋入肉的声音响起，李牧瞪大了眼睛，看着挡在他身前的大周士卒，鲜血如泉水一般从他的脖颈处涌了出来，滚热的鲜血染红了他身上的官袍。李牧看清了，这是一个11、12岁的少年，穿着宽松的大周制式棉甲，面容稚嫩，一只残破的靴子挂脚上，5根冻得乌青发黑的脚趾裸露在外。少年士卒临死前一刀捅死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敌人，倒在了李牧怀中，眼神中还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一丝不舍。
最终还是缓缓闭上了双眼。李牧眼中发红，看着城墙上又接一个倒下的大周士卒，抱起少年的尸体，转身走进了阁楼中，拿出纸笔。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之凝叶子。暗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李牧一边挥笔写着，一边大声用仅有的一斗才气高声吟诵，声音传遍整个晋北城。笔停，雨落，晋北城上方，随着李牧最后一个字的落下，一道金光划破了灰蒙蒙的天空，照在了缓缓腾空的李牧身上，随后向四周扩散而去，笼罩了整个晋北城。金光洒在城上正在作战的大周士卒身上，令所有人都精神一振，驱走了所有的寒冷和疲惫。沐浴在金光下的城中百姓们顿时感觉暖洋洋的，浑身充满了力气。这是异象，失传千古的儒道异象。城上的士卒，城中的百姓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生活的边境的他们何曾见过这等天地异象？只是听起从繁华大城来的行商提起过，就算是繁华的大城，这种失传千古的天地异象，也是几十年难得一见。天地元气涌动，一缕缕财气朝着李牧涌去，胸口的剑伤居然在慢慢的愈合着，头顶一青一白两股气息并排而立，青色乃是官运，长5尺代表着李牧7品官身，另外一股白色长9寸，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增长，一直增长到了2斗5寸方才停了下来。儒道一脉，财气分8斗，每斗9寸，财气乃是自身文才，读圣贤之书蕴养而成。要知道李牧前身10年寒窗，进士及第方才蕴养1斗财气，当今天下顶尖大儒也不过7斗财气。除了读圣贤史书蕴养财气之外，也有精彩艳艳之辈写出传名传千古的诗词文章，得天地认可，引财气入身。李牧此时一出，引财气入体，暴涨1斗5寸，直呼地球古代大佬恐怖如斯，牛逼！站立在空中，李牧一低头，发现自己立在了半空，心中一跳，踩试着脚下，软绵绵的，仿佛踩在海绵上一般。试了试，确定不会掉下去之后，看了看城墙外黑压压的敌人大军，突然心生豪气，拔出长剑，引财气入体，勾动天地元气，一剑挥出，喊道：大周的儿郎们，保家卫国，报君恩，给我宰了这些敌人的兔崽子们！金光之下的周庭一扫疲惫，精神大振，就连身上伤势都在慢慢愈合，跟着大吼：兄弟们，县尊大人有令，给我杀，宰了这些兔崽子！说完，大刀一挥，直接把挡在他前面的敌人士卒劈成了2半。沐浴在金光下的大周士卒看着屹立在城墙上空的县尊大人，嘴中喃喃念道：保家卫国，报君恩，浑身热血沸腾，感觉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杀！提刀朝着敌人砍去。李牧一剑挥出，财气引动着天地元气，带着一抹金光朝着城墙之上斩去。城下敌人的部族们刚爬到城垛之上，便觉眼前突然一暗，紧接着一抹金光掠过，突哧噗噗一声轻响，只听到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那敌人的部族们便如断线的风筝般被斩下城墙。有了李牧的诗词加成，大周的士卒们状态拉满，登上城墙的敌人纷纷被斩于刀剑下。大周士卒越战越勇，反观敌人士卒士气大落，变得慌乱起来。城外中军大营中，敌人大将拔陀延吉看着晋北城上的天地异象，心头也是一震。难道晋北县有大周的大儒在城里？将军，将士们士气低落，收兵吧。一个万夫长看着拔陀延吉说道：失城千古，天地异象，不可战。拔陀延吉也知道再战下去也是白白牺牲将士们的性命，于是便下令鸣金收兵。与此同时的大周京都，歌舞升平，正在举办着50年一次的文会，7国才子汇聚大周。京城繁华，誉为天下首善之大城，车如流水，马如龙，两侧商铺连绵，排帆布条随风猎猎鼓舞。自古京都多繁华，天色愈晚，京都的文渊河上，画舫游船，灯火通明，歌伎乐师声声不绝于耳。平日里的文渊河本就是文人墨客、才子佳人聚集之地，如今正值诗会，是7国顶尖才子汇聚之时，更是热闹非凡。虽说文会是各国才子们为国争光、角逐魁首、扬名天下，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周百姓欣赏文雅的风气。此刻的京都大街小巷中人头攒动，人们3、5成群聚在一起，都在讨论着7国诗会。一艘名叫玉楼春的画舫内，几个一身世子打扮的书生一坐一桌，其中一个年轻儒雅的青山公子正端着酒杯饮了一口美酒后，放下手中的酒杯，看着对面的几个同伴道：
今日诗会，南晋国才子方旭一手望天阙，力压各国才子，拔得头筹，而我大周却只是夺得第5而已。说到这里，青山公子叹息一声，摇摇头道：“我大周自50年前五国诗会上败北之后，文运便大衰，再也难有出类拔萃之人，真是可惜。”听到这话，另外4个书生都点点头附和道：“不错，如今大周虽然文人辈出，可是却没有哪个能比得过南晋国才子方旭的。”青山公子摇头。不只是大周，如若接下来的诗会各国没有出彩的诗词，此次诗会怕是南晋国就要夺得魁首。众人听完也是摇头叹息。平日里的美酒，此时喝在口中亦是索然无味。他大口的呼吸起新鲜的空气，胸口一颤一颤，迷茫、不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这是哪？随后石宇下意识观察四周，然后更茫然了。一个单人宿舍，就算他成功得到救援，现在也应该在病房才对。还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带着疑惑，石宇的视线快速从房间扫过，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床头的一面镜子上。镜子照出他现在的模样，大约17、18岁的年龄，外貌很帅。可问题是，这不是他。下载星星阅读 App， 阅读最新章节内容无广告免费。之前的自己是一位20多岁、气宇不凡的帅气青年，工作有段时间了。宪尊大人威武！宪尊大人威武！看着敌人士卒的退去，宪兵们高声的喊着。李牧收起才气，缓缓落在了城墙之上，看着周围的士卒一脸崇敬的看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的摆了摆手，抓紧收拾战场，休息。正当李牧准备要谦虚一番，过一把当领导的瘾的时候，周庭的大嗓门传来，宪兵们立刻高兴的去打扫着战场，虽然也是损失惨重，但是他们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他们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李牧嘴角抽了抽，看着朝他走来的周庭很是不爽，也不理他，转身朝着阁楼里走去。你丫的这么没眼力见，一辈子县尉到头了。周庭可看不懂李牧心里想的什么，追着李牧进了阁楼。欧米伽欧米伽 W 开普德尔塔 H 与普西龙5 Net 大人真是厉害，要不是大人，晋北城可能早就被攻破了。周庭很是崇拜的看着李牧。李牧看着这个浑身是血的汉子，心中还是很受用的。这些军中汉子那都是有一说一，说你厉害，那是真觉得你的厉害，老实人夸人才是最真实的。大人厉害的多着呢。李牧背着手，一副高人模样，装着逼走进阁楼。李牧走进阁楼，看着躺在地上少年士卒的尸体，眼里闪过一丝黯然。如果不是他，自己可能又挂了。这个少年叫什么名字？李牧心里想着，转过头看着周庭，眼睛红红的。周庭低沉的开口道：“他是北城中林铁匠的儿子林牛儿，从小就没了娘，有一个妹妹，跟着林铁匠相依为命。林铁匠1天前死在了敌人的剑下，他就提着林铁匠的刀上了城，说要挣一份功劳，让他妹妹过上好日子。”李牧坐在地上，脱下了少年的脚上破烂的鞋子，又脱下了自己脚上的靴子给他穿了上去，吩咐士卒把少年的尸体抬了下去。安心的去吧，你妹妹我会为你照顾好的，我会让她成为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李牧望着被抬走的少年，紧紧地握了握双手。以前没发现，这位宪尊大人真是有情有义。周庭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如果说之前的李牧还想着要尽快离开这里，但现在那个救他一命，死在他怀里的少年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对这些士族百姓产生了一丝责任。不管怎么样，他都想要带着他们活下去。看着不大的阁楼里躺满了伤兵，虽然李牧师成天象的时候，一些伤已经慢慢愈合，但依然有许多重伤的士卒是需要药师医治。李牧起身朝着阁楼外走去，一眼望去，城上受伤的士卒全都抱着兵刃靠在墙垛之下，重伤的士兵都安排在了何处？李牧开口，身后的周庭急忙跟了上来，手里提着刚刚找来的一双靴子，开口道：“城下临时搭建了营地，重伤的士卒们都抬到了营地之中，传令下去，所有士卒10人一组，100人一队，来回巡逻，不准靠在墙上。2个时辰一换岗，阁楼里轻伤的士卒全部到城下的营地休息。”李牧看着靠在城墙上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卒，皱了皱眉，对周庭说道：“还有，通知城中妇孺到营地中做后勤，照顾伤兵，烧水做饭，愿意来的每天1两银子，战后到衙门领。”周庭立刻叫来了传令士卒，吩咐了下去。李牧来到城下，看着杂乱不堪的营地，皱着眉说道：“找一些人过来，把营地收拾干净，不求多好，但是一定要干净。所有士卒不许喝生水，不许随地大小便。”随着李牧一条条命令发了下去，整个营地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李牧走进了伤兵的营房，推开门，一股难闻的味道传来。一个不大的营房内躺着30-40号人，浑身脏兮兮的，裹着个破棉被，正在呼呼大睡。李牧自进了营地，皱着的眉就没松开过。这样的环境如何养伤？冬天还好，夏天的话，怕是有多少死多少。有妇孺愿意来营地吗？李牧转身走出营房，对着周游说道：“有很多，已经到营地了。大人有什么吩咐？”周廷快步来到李牧身前，吩咐下去，把城中闲散百姓叫来，再搭建一些营房，每个营房10名伤兵，让妇孺烧开水，把所有伤兵通通擦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把城中所有的大夫找来，为士卒们医治，告诉他们愿意来的，让文书都记录在册，战后本官亲自给他们发银子，速去。李牧一边朝着救治伤兵的营房走去，一边对周廷吩咐道：“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但是本官现在没时间给你解释，这是军令。”看着周廷一脸不解的样子，李牧头也不回地说道：“遵令。”周廷虽然不明白，但是知道军令如山，既然现遵下了军令，那就要无条件的去执行。快速的吩咐下去之后，周廷快速的追上李牧说道：“大人，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我还派了一个小队去监督着。”说着，两人已经来到了救治伤兵的营房，一个中年行军大夫正在给士卒们处理着伤势。但当看到医治的过程后，李牧不由得双目圆睁，一盆看不清颜色的水，一条破抹布，胡乱擦拭了一下伤口，顺手抓了一把药敷了上去。这是在救人，这样的救治方式，能活下去的士卒怕是不多吧？中年行军大夫刚处理一个伤兵，外面又抬进来了一个肚子上出血不止的伤兵。行军大夫看了看，摇了摇头：“没救了，换下一个。”等一下，士卒们正要抬走，李牧出言阻止：“就一个刀伤，怎么就没治了？”行军大夫闻言，头也不回地说：“伤口太大，止不住血。”那不懂就不要说话，没看见这忙着的吗？李牧正要说话，行军大夫不耐烦地打断：“杨军医，此乃县尊大人，不得无礼。”不待李牧开口，周廷连忙说道。行军大夫闻言转过身来，看着站在他身边的李牧，脸色微变，连忙行礼道：“卑职参见县尊大人，大人赎罪。卑职不知道是大人到访，忙昏了头，冲撞了大人。”李牧挥了挥手道：“伤口太大，可以先缝合再止血。”何为缝合？行军大夫一脸疑惑的道：“你不知道缝合之术？这个朝代难道医术领域还没有人使用缝合？”李牧不确定的问道：“请大人明示。”行军大夫拱了拱手，恭敬的说道。看着士卒不断涌出的鲜血，李牧当下也不废话，直接吩咐周牧道：“现在马上去找针线过来，线要结实细一些的，另外去找一些干净的抹布，抬几桶烧好的开水进来。”周廷立马领命退了出去，不多时便有士卒拿着干净的抹布，端着热水进来了。李牧不顾热水的滚烫，在木盆中来回的搓着被热水烫得发红的双手，又命士卒换了一盆水，用干净的抹布浸湿擦拭着伤兵的伤口，来回换了3盆水，才擦干净伤口。这时周廷也拿着针线走了进来，李牧接过针线，在火盆上烤了烤，便开始缝衣服一般缝起了伤口。随着伤口逐渐的缝合，流出的鲜血便越来越少。缝完后敷上止血药，又用干净的布条扎了起来。李牧看了看，感觉还不错，只要不发炎，这条命算是保住了。本来气若游丝的士卒，呼吸也慢慢平稳了下来。这要感谢前世公司组织的必学急救措施，没想到现在用上了。李牧满意的抬起头，见到周围的士卒崇敬的看着他，就连周廷都是一脸激动。没有人比他们这些士卒更明白缝合术的重要性。以往受了刀伤，伤口太大，血流不止，基本都是死定了的。现在有了县尊大人神奇的缝合之术，那无异于是多了一条命啊！只要不是致命伤。李牧转头看向行军大夫说道：“看到了吗？下次还有这样的伤口，清洗干净后用针就这样缝起来，有利于伤口和好。记住，最好线用羊肠线，就是把羊的肠衣割下来，晒干，用烈酒浸泡，然后就可使用。没有的话就用普通的线，伤好后再拆掉，但是会留疤，一定要用热水清洗干净伤口。包扎的布条必须都要用开水清洗干净，晒干。”扑通！行军大夫直接跪倒在地，对着李牧磕头道：“卑职杨德福替大周士卒向县尊大人谢恩。有了大人传下的缝合之术，士卒们的存活率至少提升3成。”李牧突然理解了杨德福，大周的军中治疗手段都这样，而且现在军中行军大夫就杨德福一人，根本忙不过来。Web Kanashmo Net， 所以遇见这样的伤兵就直接放弃。
抽出更多的时间去救治别的伤兵。要是自己也会这样做。这一晚，李牧一直在营房中以救治伤兵。杨德福在看了几次之后，也开始上手。李牧又找来了一些手脚麻利的妇人来帮着缝合伤口。妇人们平时缝补衣服，缝合的伤口比两人缝合的都要好。见此，李牧便把缝合伤口的任务交给了妇人们，两人只需要上药就行。上完药，又会有妇人过来用干净的布条包扎。随着城中请来的大夫加入，整个救治伤兵的效率便快了起来。清洗、缝合、上药、包扎，整个伤兵营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3更时分便处理完了所有的伤兵。不得不说，周庭这种人虽然脑子一根筋，不太聪明的样子，但是接到了命令之后就会一丝不苟地执行下去。李牧走出伤兵营棚的时候，整个杂乱无章的营地已经是收拾干净了。2排临时搭建的营棚中间一片空地，正有妇孺在烧着水，一些妇孺提着烧好的水在各个营棚进进出出。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朝着城墙上走去。站在城上的李牧看着城外漆黑的夜幕，30里外敌人的营帐可以看到点点火光。咱都已经坚守4天了，援军几时能到？李牧开口问道。周庭这一整夜一直跟在李牧身边，闻言回答道：从靖北城到镇北军的路程，快马需要3天时间，来回6天，再坚守2天，镇北军就应该能到了。咱们还有多少人手？李牧望着城外，有些担忧的道：除去受伤的不足800，这其中还有500是百姓。周庭闷声说道。李牧沉默着，靠这点人手，怕是守不住2天。靖北县城墙上，阁楼里一夜未睡的李牧伸了伸懒腰，看了一眼正靠在柱子上休息的周庭，起身来到了城墙上。一夜寒风凛冽，天空中依然在飘着雪花，一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整座县城也被白色笼罩着。大人一夜未睡，再休息一会，敌人一时半会还不会攻城。周庭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周庭乃武道一流的高手，精力充沛，昨晚一夜陪在李牧身边，天亮之时才靠在柱子上休息了一会。一流高手60灵敏，对周围一切动静的感知都很敏锐。李牧起身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李牧看着城外白茫茫的一片，摇了摇头，并未开口。Web Kanashmo Net 城下营地里，大周的士族们从未休息得如此舒适过。整洁干净的营房，一阵鼓声后，士族们纷纷走出营地。妇孺们早已准备好了饭食，士族们吃很饱，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就是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有机会吃上下一顿。天空中雪慢慢停了，一阵寒风吹过，空气中带着一抹肃杀。呜！城外传来了敌人进攻的号角声，咚咚咚！城上大周的战鼓声随即急促地响了起来。营地中休息的士卒拿上刀枪，整齐划一地向城墙上奔去。呜！城下敌人的进攻号角声越来越近，整齐的步伐在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清晰。大周的士卒们靠在墙垛之下，举起手中的盾牌，默默地等待着。敌人依然是一轮箭雨。靖北县城墙并不算高，一轮箭雨过后，敌人士卒已经冲到了城墙之下，架起云梯开始大举进攻。钩索、绳套纷纷抛上城墙，顺着绳索往城墙上攀爬。后面跟着一队队敌人骑兵来回策马，不断的往城墙之上射箭，掩护着敌人不足攻城。而城上的大周弓箭手也不断的射箭还击。周庭带领着一队士卒在城上来回奔跑，指挥着，不断的斩断着敌人士卒从城下抛上来的钩索、绳套。城下百姓不停地从城中搬来滚木、巨石，运上城墙。砸死你个兔崽子！砸死你个龟孙！城上士卒、百姓抬起巨石、滚木向城外抛去。轰隆轰隆，滚木砸落，发出震耳的轰声。一颗又一颗的巨石抛出，不断地砸中云梯上的敌人士卒。就听一声声惨叫声传来，鲜血喷溅，尸体横飞。敌人士卒的冲锋势头不减反增，不断地往城墙上攀爬。虽然巨石滚木阻挡了大部分的敌人士卒，但仍然还有少量的敌人士卒已经攀上了城墙。周庭当即便指挥着一队大周士卒之白刃战。杀！城墙上到处都是厮杀，到处都是鲜血，已经感受不到了凛冬严寒，只有冰与火，刀与剑。看着不停涌上城墙的敌人士卒，李牧抽出长剑，运财气于身，勾动天地元气，一步踏出，腾空于城墙之上。长剑上散发着淡白色的气流，朝着城上的敌人士卒斩去。一道白光飞过，瞬间便有数名的敌人士卒被斩落城下。轰轰轰！李牧脚踏虚空，连续劈出7剑，每一剑都斩向了登上城墙上的敌人最多之处。城上的大周士卒看到自家大人出剑之威，一个个精神大振，不顾身上的伤势，继续奋勇搏杀。
儒道一脉，只要财气不枯，便可勾动天地元气，凝聚成剑气。当然，天地元气变化万千，可以凝聚成任何你想要凝聚的东西。凝聚在脚上，便可腾空而起；凝聚在刀上，可发出刀罡。这是李牧昨天晚上一夜未睡，从前身记忆中得知。财气酝养不易，但消耗的确实很快。一般对敌都是使用法宝注入财气，沟通天地元气，形成杀招。法宝分青、蓝、紫、金4个品阶，青色为4品，蓝色为3品，紫色为2品，金色则是1品。法宝品阶越好，所需的注入的财气就越少，威力也就越大。没有人会像李牧一般，用一柄凡兵注入财气，施展天地元气。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李牧头顶的2斗5寸财气便消耗了1寸。值得一提的是，儒道一脉自身所拥有的财气消耗后，可以通过时间酝养回来。也就是说，李牧现在拥有2斗5寸的财气，消耗了1寸，只需要酝养2个月，哪怕是啥都不干，财气也会慢慢长回来。对别人来说，断不会如此浪费财气，可对李牧这个挂逼来说，财气那不是简简单单的东西。地球古代那么多的大佬，就是李牧的底气所在。战斗依然还在持续着，有了李牧的剑气纵横，能攀爬到城上的敌人士族越来越少。大周的士族们压力大减，一个个士族将手中的兵器挥舞得虎虎生风，在城墙上纵跃驰骋。Kappa Delta Net， 李牧人在半空挥动着长剑，剑光闪烁，不停地斩杀着攀上城墙的敌人。嗖，一支利剑带着一抹红光，朝着半空的李牧破空而来。李牧感觉到了危险，身体猛地侧转，躲过这支利剑。利剑擦着李牧脸颊飞掠而过，带起了一股劲风。只见红光一闪，转了个弯，又朝着李牧飞来。卧槽！李牧一惊，这剑还能转弯？李牧来不及躲闪，长剑一横，当！利剑撞在长剑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李牧身体向后飘退了1丈多远，手臂微微发麻。李牧长剑注入了财气，挡住了这一剑。红光一闪而逝，长剑掉落在城墙之上。那是一支黑色的精铁长剑，并无特点。大人小心，是敌人的大修行者。周庭也注意到了李牧这边，武道一脉，修炼自身，超越一流，跨入先天便可勾动天地元气，是为修行者。刚才那一剑附带天地元气，就是一位修行剑术的大修行者所射出。敌人营地，一男子站在高台之处，一身黑衣，双臂颀长，如猿猴一般，五指骨节分明，手中握着一把黑色长弓，身后背着一个黑色剑匣，在一片白色的雪地里，异常的醒目，竟然能挡住我一剑。黑衣男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有意思。黑衣男子嘴角微勾，露出一抹笑容，顺手又从身后剑匣抽出2根黑色的长剑，右臂用力拉开弓弦，随即松开了手指。嗖嗖，2支黑色的长剑化为2道流光，划破天际，射向晋北城上方。而与此同时，男子的脚下也出现2团血红的气焰，迅速燃烧起来。屹立在城墙上空的李牧，挡下刚才那一剑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着黑剑射来的方向。只见一道红色光影朝着他所在的方向飞速而来，转瞬即至。李牧早有准备，长剑一挥，一抹白色剑气凌空劈出，直接将这道红光给击成粉碎。还不等李牧松口气，红光又一闪，不对，不是1支，是2支。前面1支长剑只是为了迷惑李牧，让他放松警惕，而后面一剑才是真正致命的一剑。长剑在李牧瞳孔中不断放大，带着一股寂灭的气息，眨眼已到身前。李牧心中大骇，右脚凌空向前一踏，身体急速向后退去，左手连挥一道天地元气构成的气墙挡在了身前。轰！一声巨响，长剑撞到了气墙之上。李牧终究还是低估了黑剑的威力，气墙消散，身体被强劲的力量带动着飞起，飘出了10余丈远。吐嗤！李牧吐出一大口鲜血，黑色长剑余劲未消，再次向着他射来。李牧脸色一变，右手长剑从下而上，急忙斩出，一道白色剑气破空朝着黑剑斩去。叮！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黑剑断为2截，红光微闪，最终熄灭，朝着地上落去。大人，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城下士族听到巨响，抬头望去，只见自家县尊大人被黑剑击飞，纷纷大惊。要知道，李牧可是整个晋北县的支柱，如果李牧陨落，整个晋北城怕是会瞬间沦陷。李牧一剑斩落长剑，心头也是震撼无比。没想到一枚剑雨的杀伤力竟然会如此恐怖。本以为自己背靠地球古代大佬可以横行无忌，自己还是小看了这方天地的武修。看来各大修行体系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自己对这方天地了解的都是来自前身李牧的记忆，而前身的李牧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大都城，根本没有战斗的机会，所以也是对各大修行体系了解的不多，以后还是要低调一些。思绪翻转间，李牧一步踏空，不再保留，财气蜂拥而出，勾动着天地元气，转瞬便来到了城墙上空。今有敌人犯我大周疆土，我李牧在此立誓，城在人在，城毁人亡。李牧运起财气，高声喝道，声音传遍了整个晋北城。今日犯我大周疆土，杀我大周百姓，来日必当百倍还之。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话落，只见李牧头上方紫气弥漫，一轮紫色烈阳缓缓升起，照亮了整个晋北城。这是紫气东来，国运加深，又是天地异象，众人皆惊。整个晋北城的百姓，读书人、贩夫走卒纷纷走出家门，抬头看向晋北城墙的方向。短短2天，他们竟然看到了别人一辈子都不曾见到过的天地异象，还是2次。看书啦！城中一座小院，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一个青年书生站在院中，紧握着双手。我虽只是一秀才，但也有3寸才气，今日便上城墙，一人一决雌雄。青年书生咬牙道。说完，转身进屋，手提长剑便出门往城墙方向奔去。刚出街口，便看到同窗好友提着刀从另外一个街口走出。公举这事，青衣书生看着好友，好友看了看青衣书生手中的长剑，扬了扬手中的钢刀，说道：“同去。”2人相视一笑。城北一条破旧的小巷中走出一个黑脸大汉。我李三做了30多年的青皮混子，除了好事不做，其余的啥都做。今日便设下这100多斤的肉，去砍几个敌人头颅回来，不为别的，只为县尊大人那句“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一时间，晋北城内很多百姓、书生、混混纷纷提着菜刀、木棍走上街头，朝着城墙方向奔去。与此同时，西城中一间名为四海客栈的阁楼上，身着灰袍的四海客栈掌柜看着天空中的异象，又看了看街上的人群，转身走到书桌前书写了起来。城墙上，李牧头顶紫色烈阳，有了国运加持，财气再次暴涨9寸，一剑斩出，一抹紫色剑气朝着敌人士卒斩去。顿时便有数名敌人士卒被斩成2半，倒在了地上，鲜血洒满了整个城墙。城上的周庭正被2个敌人的千夫掌缠住，一柄长刀舞得密不透风，虽然勇猛异常，但身上依然被砍了好几刀。欧米伽 W Kappa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舞 Net 李牧引发天地异象之时，周庭趁着一位敌人千夫掌冷神之际，抓住时机，手中长刀猛地一挑，一颗人头冲天而起。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周庭看着上方的李牧，心头大定，怒吼着挥动着长刀砍向另外一个敌人千夫掌。杀！笼罩在紫气之下的大周士卒瞬间精神大振，县尊大人不但没事，还引发出了天地异象。听到周庭的喊杀声，一个个大周士卒扯着嗓子，双目圆瞪，挥舞着兵刃朝着正在冷神的敌人砍去，大声怒吼着 Wipe Kanashmo Net 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杀！杀！此时的城墙之上战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双方都杀红了眼。大周士卒虽然得国运加持，以一敌十，但架不住敌人的人海战术。看着爬上城墙的敌人越来越多，战斗的大周士卒越来越少，李牧心里也是一阵焦急。若是继续这样下去，城上的人迟早会被耗死。虽然自己财气尽出，但杀伤范围也是有限。同高手战斗还好，能展现出威力。像这种2军交战，根本不是一个人可以左右战局的，上万人站着给你砍，累都能累死你。李牧人在上空连连挥剑，每一剑都斩在了敌人最多的地方，剑气所落的地方，敌人士卒成片的倒下。城下敌人弓箭手见状，纷纷弯弓搭箭，朝着城墙上空的李牧射去。李牧见此，一步踏出，落在了城上，在城墙上来回奔走，手中长剑不停地挥舞着，一颗颗敌人的头颅被斩下。李牧总能出现在敌人最多的地方，他的身影犹如灯塔一般，鼓舞着大周士卒。这是血腥与毅力的对抗，谋略已经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李牧不知道死在自己剑下的敌人士卒有多少，只知道自己手中的剑一直都没停过。越来越多的敌人士卒冲上了城墙，李牧想到了替自己挡刀少年，想到了少年仅剩在世上的妹妹，自己看来要食言了。因为倒下的大周士卒越来越多，就连周庭这样的高手，如果不是李牧几次救援，早已经死在了敌人的刀下了。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
杀！就在这时，城下传来一阵阵喊杀声：“县尊大人，学生王腾前来助战，请一书生拔出长剑，一跃而上，登上城墙。”学生陈广前来助战，提到的书生也紧随其后，跳上了城墙。某家青龙帮李三，黑脸大汉冲上城墙，一刀砍下了一个敌人士卒的头颅，高声呼道：“草民！”一时间，城下百姓手里拎着拿刀枪棍棒，纷纷涌向城墙。他们有的是街头小贩，有的是店铺伙计，有的是青皮混混。李牧看着一个个涌上城墙的百姓，这一刻他们都显得那么可爱，一群可爱的大周百姓，让他心里对大周这个国度充满了好感。李牧心中豪气顿生，一步踏出，也不再顾及敌人骑兵的弓箭，腾空而起，大声喊道：“大周的儿郎们，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我们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大周百姓支撑着我们，此道不孤。现在我们的援军来了，给我狠狠地宰了这帮狗日的！”李牧声音在城墙上响起：“宰了这帮狗日的！杀！砍死这帮狗崽子！”一时间喊杀声震天，书生、混混、百姓三五人成团围殴一个敌人士卒。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没有了等级，没有贵贱之分，现在他们是同袍，是战友，现在他们都只有一个身份：大周儿郎。随着百姓们的加入，战局总算是稳定了下来。李牧、周廷两人在城墙上专挑敌人的高手杀，如犁田一般在城墙上来回犁了2遍。大周士族百姓气势如虹，将敌人压得死死的，不断地收割着敌人士族的生命。爬上城墙，敌人越来越少，敌人士族显得有些慌乱，城下的敌人士族有些踌躇不前。城外不远处，敌人中军高台之上，拔拓延吉乃是敌人金帐王庭的3王子，从小便展露过人的军事天赋，深得敌人大汉的喜爱，年纪轻轻便独领一军。此次南下，大周便是敌人金帐王庭5位王子争夺汉位继承人的角逐之地，敌人12位王子都想争夺这次机会，最终5位最有实力的王子脱颖而出。5位王子各领一军，向大周边境的5个县城进发。拔拓延吉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个小小县城自己只需要1天的时间就可攻下，兵锋所指，然后在大周边军还未反应过来之时攻下北岭郡。看书啦！拔拓延吉这几天脸色从未好过。作为一个被敌人称颂年轻一代最有军事天赋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守军不过500的小小县城折戟，4天时间都还未攻破第1道关。他可以想到，此时的其他几位王子正在大周境内策马奔腾，肆意的炫耀着，而等待他的就是回到王庭其他王子的嘲笑。拔拓延吉阴沉着脸看向下手的3名万夫长，几名千夫长冷声说道：“怎么都不说话了？来之前一个个不都雄心万丈，拍着胸脯保证绝不会让本王失望吗？总以为自己是大敌最强的军队，没想到被区区几百大周宪兵打得落花流水，一个县城的城墙折损了我大敌2000多名勇士，你们就没话说吗？”拔拓延吉越说越怒，最后一句话直接吼出来。这些万夫长都是拔拓延吉麾下最精锐之师的3把利刃，3个一流巅峰的高手，平日里眼高于顶，傲气十足，但这一次他们却是一个个都低着头不说话。连续几日的失利让3位万夫长都有些懵，剧本不该是这样呀。以往的时候，大周的边境他们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周境内根本就是他们的后花园。那年冬天不来劫掠2次，可今年却偏偏被一个小小县城挡在城外4天，还损失得如此惨重。将军，此次失利也不能全怪3位万夫长，据在下看来，这靖北县令可不是普通的读书人，能世传千古，引发天地异象的，在整个大周都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大周并不是我们表面见到的那么简单的。一位中年蓝衫文士站出来说道：“对，司徒先生说的对，如果不是那个什么县令，我们早就攻下了靖北城。”3位万夫长连忙附和，感激地看了一眼蓝衫文士。欧米伽 W 凯普德尔塔 H 与普西龙5 Net。 拔拓延吉冷哼一声，目光如电扫视了他们3人一眼，接着又面带微笑地看着蓝衫文士：“先生有何妙计？”蓝衫文士名叫司徒敬，原是大周秀才，其人颇有才能，考取功名却是履地不忠，自感怀才不遇的他，才远走他乡，周游各国。在敌人王庭的时候遇见了拔拓延吉，颇受重视，为了报答拔拓延吉的知遇之恩，便一直跟在身边为拔拓延吉出谋划策。妙计倒是谈不上，将军只要派出高手牵制住靖北县令，让他无暇顾及城上，大军便可攻进城内，打开城门。W 卡德尔塔 Who Net。 说完顿了顿，接着道：“
只要城门一破，我大敌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到时即使靖北县令有通天智能，也无法挽回局势。司徒敬拱手朝着台上的拔拓延吉说道：“先生此言不无道理，但那靖北县令有天地异象加持，我们的高手根本牵制不住。今日桑格连出3箭都不能斩杀对方。”拔拓延吉扫了一眼正在闭目养神的黑衣弓箭手，沉思道：“桑格就是一位修行剑术的大修行者，此次南下就是老汉王为了保护他派给他的。”司徒敬闻言拱手道：“将军，失传千古的天地异象，不是您想的那么容易。不得不说，靖北县令确实是才华横溢，但即使是如此精彩艳艳之辈，也不可能连续写出引发天地异象的诗词。”拔拓延吉沉默了半晌，开口说道：“那既然如此，明日就请桑格先生再次出手，配合本王手下3位万夫长牵制住靖北县令，最好直接斩杀，打击大周士族的士气，一举夺下靖北县。”是。3位万夫长大声应道。黑衣剑士桑格闻言睁开眼，点了点头。拔拓延吉看了看前方焦灼的战场，敌人士族的士气已然不高，接着开口道：“今日就到此为止，明今收兵。”呜呜呜！城外传来了敌人2短1长的撤退号角声。这一战从午时一直持续到了傍晚，天空中一阵寒风吹过，又开始飘起了雪花。哦，敌人退了，我们又守住了！城墙上士卒百姓不停地欢呼着，他们又一次地打败了强大于他们10倍人数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守住了城，那就是胜利，是值得欢呼的。李牧站立在城墙上空，并未落下，看着欢呼的士卒，百姓大声说道：“诸位靖北县的父老乡亲们，在靖北城就要被攻破的时候，生死存亡之际，你们愿意挺身而出，你们都是我大周的英雄，是靖北县的骄傲。我李牧身为靖北县令，在此拜谢诸位父老乡亲。”说着缓缓落下，站在城墙上，朝着众人拱手长鞠了一躬。城墙下所有的士族百姓纷纷停下，抬头看向这位带着他们抵挡住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的县尊大人。县尊言重了，县尊不是靖北人，却能为靖北县舍生忘死，要谢也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靖北人拜谢县尊才气。青衣书生王腾浑身染血，手中还提着长剑，站在人群前，对着李牧恭敬的拱手长揖。不错，某家向来不喜官府中人，但县尊大人却是值得我李三钦佩。李三愿跟着大人打这帮敌人狗崽子。黑脸大汉声若洪钟的说道，说完一拱手退到了一边。知县大老爷，您才是我们靖北县的英雄，如果不是您，靖北县早就被敌人攻破了。我们生于靖北，常在靖北，应当为靖北挺身而出。百姓们纷纷开口，皆不敢接受李牧这一拜。李牧身为靖北县的父母官，守护百姓乃是我分内之事，当不得诸位乡亲父老的夸奖。李牧看着众百姓，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感谢诸位父老乡亲们对我李牧的信任，我李牧也定不辜负诸位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一定坚守城墙，赶走敌人。欧米加 W Kappa Delta H 与普西龙5 Net 愿同县尊共进退。”百姓们纷纷开口。李牧双手压了压，开口说道：“现在我们抓紧养精蓄锐，有伤的治伤，明天和狗日的敌人决一死战，砍死这帮狗崽子！”好，砍死这帮狗崽子！百姓们齐声答道。李牧的话虽然不文明，但在百姓们听来却异常的体气。这一战虽然守住了，但是却异常的惨烈。原来守城的800人，活下来的不到300，还有一些重伤。李牧没有办法说沉重的话，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着靖北县的存亡。李牧坐在城墙上阁楼前的阶梯上，周庭正在指挥着士卒打扫战场。放眼看去，城墙之上已是满目疮痍，尸体遍地，雪花飘落在城上，化为了鲜红的水流，顺着残破的城墙流下。一阵寒风吹来，空气中带着浓浓的血腥味。李牧想着自己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这里，从一开始的茫然懵懂无措到后来的惊惧，现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心里不再抗拒。有句话不是说吗？生活就像那啥，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尽情的去享受。W Alpha Row Casita 与普西龙5 Net 既然来到了这里，那自己就是大周的人，就是这靖北县的县令。看着自己身边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周氏族倒在自己身边，李牧知道他们都在守护着自己的妻女、父母，守护着这个国家。自己应该做的就是要带着剩下的人活着，好好的活着。大人，周庭走了过来，站在了李牧边上。老周啊，做如何了？李牧回过神来，看了看周庭，拍了拍身边石阶。周庭一顿，
听着李牧古怪的称呼，坐在了李牧边上，开口道：“受伤的士卒已经抬下去了，城中百姓大部分都愿意留下来一起守城。我是说，你身上的伤如何了？都是皮外伤，不碍事。”周婷一愣，没想到李牧会主动关心他。李牧对他的称呼怪怪的，但感觉却很亲近，以前从来没有过。要知道，他虽然跟李牧是同僚，但一直以来都是上下级分得很清楚。之前除了公事上汇报，从未有过交集。周婷虽然脑子一根筋，但也知道宪尊大人乃是读书人，虽然比较随和，但骨子里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是看不起粗鄙武夫的。老周啊，以前一直没机会跟你们亲近，你们吃肉喝酒又从来不叫我堂堂一个宪尊也拉不下脸往上凑，这是你们办的有点不地道啊。李牧看出了周婷的不自在，打趣地说道。周婷闻言立马起身，有些局促拱手道：“大人，下官坐下。”李牧看着站起身，一脸局促的周婷，也是一阵无语。周婷面对现在的李牧还是很敬畏的，之前虽然也尊敬李牧，但那也只是对上司的尊敬。他自己好歹是个一流高手，之前的李牧在他眼里就是个战五渣，军中的汉子宠信只有力量。但通过这几天看来，才知道这位宪尊大人是深藏不露啊。老子的意思是，以后如果有以后，吃肉喝酒的时候，别忘了把老子也叫上，好歹我们现在也算是一起扛过枪的了。啊，好的，以前不是怕大人不愿意跟我这些粗鄙的武夫打交道吗？以后一定多叫大人一起扛枪。周婷挠了挠头，虽然他没明白李牧说的一起扛枪是啥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脑洞大开。扛枪就算了，吃肉喝酒叫上我就行，吃完再一起找小姐去。李牧发现，想要跟这些军中汉子拉近关系，就应该要粗鲁一些。大人准备找那家小姐？周婷慢慢也放松了下来，不再局促。李牧，谁家的都行，这怕是不好，主家父母怕是不会愿意。那你们喝酒一般干啥？李牧无奈，划拳。哦，喝完酒呢？喝完酒回去睡觉。李牧，清晨，靖北县城墙，一夜风雪，整个靖北县一片白茫茫，天空中依然飘着如席般的雪花，满城寂静。大雪笼罩了整个靖北县，这座小小的县城显得有些凄凉。城墙上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掩盖了昨日惨烈的战斗。城上的大周士卒来回的跑动着巡逻，只有跑起来，才能让身体产生足够的热量，抵抗凛冬的严寒，眼神却一直盯着城外的方向。城下的大周士卒百姓正整装待甲的依靠在营房里休息着。李牧站在城上阁楼前，看着城外一望无际的白色。如果不是战争，这样的天气在家烤着火，烫着火锅，喝着小酒，最好再有2个妹子，嘿嘿。李牧嘴角微微上扬着，这么大的雪，敌人应该是不会进攻了。周婷的声音总是能在适宜的时候响起。李牧有些不爽地看着他，总是打断自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周婷不能白宪尊大人为何好好的会用这种眼神看他？起床气。满天大雪，苍苍茫茫，大雪一直持续到了华灯初上，方才慢慢停下。大周的士族百姓看着停下的大雪，心情都沉重了起来。雪停了，意味着战争要开始了。李牧站在城上，盯着黑夜笼罩下的城外，他的目光落在一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丝火光，慢慢的火点越来越多，星星点点布满了整个地平线。那里正有一支大军朝着城墙缓步而来，带着一股凛冬严寒的肃杀之气。他们走在雪地里，踩碎了雪花，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就像是在雪地里行走的野兽。Kappa Delta Net， 呜呜！城外敌人的号角声越来越近，咚咚！城上的士卒猛烈地敲着战鼓，城下休息中的士卒纷纷走出营房，带着兵刃上了城墙。看着城外遍地的火光，敌人已经失去了耐心了，全军出动，准备要在今天攻下靖北城。城墙的士族百姓紧握了握手中兵刃，看着城外倾巢而出的敌人大军，心中有些慌乱。李牧看着城墙上的百姓士卒，大声说道：“大周的儿郎们，诸位乡亲父老们，如今你们也看到了，敌人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拿起手中的利刃，哪怕是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好让狗日的敌人知道，我大周将士百姓并不是好欺负的。”李牧的声音在城墙上回荡着，心里动摇的士族百姓听到了李牧的话后，一个个挺直了腰板，握紧了手中的钢刀。为了我们身后的妻儿父母，为了大周，百死不悔，成在人在，父母妻儿在，是必与靖北共存亡。
城墙之上，李牧的声音继续传来，在每个大周氏族百姓的耳边响起：“百死不悔，百死不悔！”城上氏族百姓神情激愤，怒吼着，勇气和热血在百姓氏族们的心中升腾。百死不悔，是必与晋北共存亡，是必与晋北共存亡。城下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城内的百姓们来回的运输着滚木、巨石，搬上城墙。周庭站在城墙最外面，双目凝重，紧盯着城外的敌人。防！一声怒吼，城上的士卒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大盾。漆黑的夜空更黑了。咻咻咻！密集的箭矢破空声传来，城墙上一名士卒躲避不及，被一支羽箭射穿胸膛，倒在了地上。弓箭手准备，一阵阵的弓弦响声传来。放！城头上，大周士卒们不停地向着城外射箭，也不甘示弱地反击着。城头上，城墙下，火光照亮了整个战场。敌人的云梯已经架在了城墙上，钩索、绳套，不停地有敌人往城墙上爬。巨石、滚木不停地往城下砸去。一时间，喊杀声、刀剑碰撞声、惨叫声不绝于耳。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在寒冷漆黑的夜晚显得格外的猛烈。敌人士卒在用生命铺成了一条路，涌上城墙的敌人士卒越来越多。李牧、周庭两人在城墙上来回的冲杀。城墙之上，李牧不断的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剑气纵横，所过之处，敌人士卒成片的倒下。天空微微泛白，一整夜，敌人的进攻就没有停过，一波又一波，前仆后继，城上城下满是尸骸。大周士卒都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敌人还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一批又一批的上来。大周百姓中，书生王腾、陈广两位读书人虽然没有李牧这般剑气纵横，但引才气入体，战到现在依然是精神十足。长剑、钢刀不停地收割着敌人士卒的生命，不断的有敌人士卒掉落城墙。让李牧没想到的是，青皮混子李三竟然是一流巅峰高手，一柄大刀左突右冲，杀到那就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比周庭还猛上3分。有了几人的来回的支援，勉强限制住了敌人攻上城墙的节奏。这时，城下传来了敌人骑兵的马蹄声。城头上，李牧眉毛一拧，看着从东南方向而来的一队骑兵。这队骑兵约莫5000左右，领头的正是敌人的3位万夫长。一夜的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巴托延吉终于忍不住了，派出了3位万夫长。3位万夫长脚下连点，踩着云梯便飞上了城墙，目标明确地朝着李牧杀去。为首的是个手拿大枪、身着短皮甲的大汉，2条手臂裸露在外，在这严寒的冷风中竟也不觉寒冷。另外2人，一人手握长刀，一人拿着一根狼牙棒，3人成品字行朝着李牧攻去。拿枪大汉长枪一抖，如毒龙出海，朝着李牧咽喉刺去。狼牙棒、长刀同时封住了李牧的2侧。从3人上城，李牧就注意到了，看着攻来的3人，李牧不能躲，如果躲开，死的就是身后的大周士卒。此时的李牧不退反进，一跃而起，手中长剑，剑气如虹，朝着3人的咽喉划去。3人不敢硬汉这一剑，脚步向后一退，撤回兵刃挡住剑气。3人退，李牧紧追其后，手中剑气一转，朝着手提狼牙棒的万夫长斩去。一个侧身躲过了长刀，左脚踢在了长枪的枪杆上，身体腾空而起。手提狼牙棒的万夫长大喝一声，举起狼牙棒挡住了这一剑，只感觉自己手中的狼牙棒仿佛被一块铁锤狠狠地击打一样。当手中的狼牙棒险些掉落在地，李牧刚一腾空，便感觉一阵危险传来。咻！城外中军高台之处，一抹红光闪过，一支箭矢从远处疾驰而至。李牧急忙侧身，但还是晚了一步。砰！箭矢擦着李牧的下巴，直接洞穿了他的肩膀。吐嗤！鲜血瞬间染红了李牧身上的官服。李牧闷哼一声，朝着城下落去。眼看红光又一次折返回来，急忙挥动长剑，一道剑气扫去。叮！剑气与箭矢相撞，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箭矢被斩成2段，掉落在了地上。欧米伽 W Kappa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5 Net 3位万夫长见李牧落下，便又围了上来。李牧只得继续挥剑应敌。李牧余光扫去，周庭、李三2人正被敌人的几位千夫长牵制着。大周士卒没有了3人的支援，渐渐的开始疲于应对，爬上城墙的敌人士卒更多了。王腾、陈广2人也被围在了城墙一角。李牧心中大急，手中的长剑连连挥动，
想要尽快的解决眼前三人。三位万夫长知道不是李牧对手，也不拼命，只是相互配合着牵制住他，让他无暇分身。李牧虽然可以腾空摆脱三人，但敌人哪位修炼剑术的大修行者一直在虎视眈眈。如今之计就只能先解决哪位大修行者，才能腾出手来去支援其他地方。李牧心里想着，不再犹豫，撩起官服别在腰间，一步踏出，浑身财气爆发，天地元气涌动，身体腾空而起，高声喝道：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话音刚落，一道青光如一条蛟蛇般冲天而起。李牧整个人如一把出鞘的利刃，散发着阵阵冷意。李牧手中长剑一指，青光带着毁灭的气息，化成了一把青色光剑，朝着敌人大修行者斩去。城下的士族百姓抬头看着李牧，嘴角微动。战时，敌人中军大帐，拔拓延吉正站在高台之上观看着战局，看着敌人的勇士们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城墙，心里微微松了口气。只要能拿下境北县，自己的3万铁骑就能在大周境内纵横。大修行者桑格手中握着长弓，眼神如鹰隼一般锐利地扫视着城墙之上。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有把握，只要李牧一腾空出现在城墙上空，他的剑就会毫不留情地射穿李牧。来了！看到李牧腾空的一瞬间，桑格的3支箭已经带着红光破风而去。嗖嗖嗖！不好！三王子快退！桑格手中的弓还没来得及放下，一道青光巨剑便轻松破开了他射出的3支长剑，带着毁灭的气息朝着高台斩来。一直盯着战局的拔拓延吉也看到境北城墙上方的天地异象，还不待反应，青光巨剑便破空斩落了下来。轰！一声巨响过后，高台被劈成粉碎，整个敌人营地人仰马翻，青光剑势消散，敌人营地后方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Web Kanashmo Net！ 拔拓延吉灰头土脸的从泥地里站了起来，光剑斩下的瞬间，他身旁的司徒静带着他跳下了高台。站最前面的大修行者桑格慢了半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左手臂却被斩了下来。这对于一个使用弓箭的大修行者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他痛呼一声，倒在地上，右手按住受伤的胳膊，一脸惊骇地看向了那柄巨剑斩落的方向。一条巨大鸿沟。不能说午休大修行者不强，而是战师太强了，还有天地异象的加持。战师司徒静呆呆地看着脚下巨大的沟壑，世间真有如此天资纵横之辈。拔拓延吉眼神中带着一抹疯狂，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他失去了理智，对着传令吼道：传令，把所有的士卒都给我派出去，不管用任何手段给我攻下境北城。城墙上的大周士族百姓一阵欢呼，但却并不怎么震惊。同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县尊大人3番2次引发天地异象，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常操勿溜。以前还听来自大都城的行商说什么天地异象几十年难得一见，他们觉得那些大都城来的都没有什么见识。这不，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就看见了3次，可却惊呆了周庭等一众见多识广的高手。战师啊，100多年了，不曾出现过了。最兴奋的就莫过于王腾、陈广2位读书人了。要知道，引发天地异象的战士100年难得一见，只要一出，那必定震惊天下，那是天下读书人的福音啊！因为战师只要是拥有才气的读书人，就算没有到进士及第，无法沟通天地元气，都能够使用，消耗才气少，威力还巨大，可以说是儒道一脉的远程战技。2人眼中兴奋无比，相视对了一眼，一丝才气引入刀剑之上，口中大喝：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长剑钢刀一挥，一道道青光闪过，面前的敌人士卒一片片的倒下。牛逼！李牧立在城墙上空，被自己不是被地球古代大佬深深的震撼住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了。不过是真的爽。敌人的3位万夫长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李牧，心中萌生了退意。练武的跟修仙的，这尼玛怎么打？李牧可不管3位万夫长怎么想，趁着天地异象还未消散，长剑连挥，一道道青光朝着3人飞射而去。3名万夫长吓得脸色苍白，根本不敢应接，纷纷躲避。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啊！李牧也不追赶，长剑朝着敌人最多的地方斩去。呜！城外敌人传来了号角声，不过不是撤退的号角声，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了。虽然李牧的杀伤力巨大，可还是挽回不了战局。城墙上，周庭、李三一众高手全被死死的拖着，剩下的士族百姓人数上完全被压制。还有3位敌人万夫长不停地骚扰着李牧，
虽然李牧天地异象加持，打得3人连滚带爬，却也不能轻易的斩杀3人。城墙上也有大周氏族百姓，李牧根本不敢全力施展，怕伤及池鱼。要在空旷地方，李牧有把握10招之内斩杀3人。卧槽，这是逼我发威呀！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打，可换来的却是不讲武德。好吧，我摊牌了，不装了，让你们见识见识地球古代大佬的恐怖如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赞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牧人在半空，长剑不停，嘴上也没闲着，声音在整个战场上回荡着。一瞬间，银光万丈，如同一轮银月从李牧身后冉冉升起，照亮了整片天空，将整座境北城、整个战场都染成了一片银色。又是失传千古，又是天地异象。大周士族百姓看书啦！敌人3位万夫长，敌人士卒，远处敌人中军大帐。司徒静张了张嘴，拔唾延疾，看着境北城上方，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司徒静。大周士族百姓麻了，感觉无甚惊奇。以后谁要敢在他们面前提起说诗词异象几10年难得一见，他们一定一口吐沫吐上去。敌人3位万夫长蛋疼了，没遇见你之前感觉大周哪里去不得，遇见你之后感觉大周哪里都去不得。敌人士卒也不再惊惧了。了不起，你大周氏族的异象加持能多打我们几个？司徒静懵逼了，别人一辈子做不出引发天地异象的诗词，你倒好，就像吃饭喝水似的，说来就来。拔脱延吉无语了，这就是你司徒静说的，精彩艳艳之辈也不可能连续做出引发天地异象的诗，这仗还怎么打？你说你一个有着如此诗才、天资纵横、精彩艳艳的读书人，不去大都城人前显圣，没事跑来这鸟不拉屎的北境当个破县令？神经病吧！拔脱延吉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如此深的怨念。不管大家怎么想，战争依然在持续着，战争带来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人，不停的死人。有大周士族，也有敌人士族，长时间的作战已经让大周士族百姓疲惫到了极点。虽然有天地异象的加持，但身体上的疲惫是无法弥补的，只觉得自己手中的刀越来越沉。敌人士族也好不到哪去，但人家人多呀。李牧也感觉到了，就算自己再借用地球大佬们的诗词，也改变不了战局了。万人的战斗永远不是1个2个高手可以左右的，一次又一次的抵挡住了敌人，最终的结果还是咚咚咚，大地一阵震动，西北方向的地平线上冒出了一个黑点，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大，一面黑色大旗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大周的黑金龙旗。在黑金龙旗的后方，一支黑旗队伍在一片雪白的大地上格外的显眼。北境守军，镇北军中的黑旗卫，他们穿着厚重的皮甲，背着长矛，手中握着长枪。杀！为首的黑旗挥舞着长枪，不动如山，气虚如林。他们如一道黑影划过天空，朝着敌人营地扎去。黑旗卫是大周的黑旗卫，敌人的中军大帐中，一位千夫长大声来报：将军，大周的援军来了。拔脱延吉心里一惊，这么快？快统治其余的骑兵队去阻击！看着西北方向，朝着中军大帐疾驰而来的大周黑骑卫，拔脱延快速地吩咐道：欧米伽 W Kappa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5 Net 是。一名千夫长离开大帐，带领自己的骑兵前往拦截。将军，看黑骑卫的数量大概在3000人左右。桑格已经包扎完了左臂，站在拔脱延吉的身后说道：如果被拖住，大周大军一到就走步了，我们现在必须撤退。以我现在的实力，自己无法保证3王子全身而退。黑骑卫是镇北军中最强悍的一支骑兵，人数一直保持在5000人，个个骁勇善战，常年与北境各部的骑兵作战。拔脱延吉心里清楚，这一次自己是彻底的没机会了。虽然敌人铁骑在北境一样有着赫赫威名，不惧大周黑骑卫，但如果被拖住，大周的大部援军一到，自己怕是就走不了了。城墙上空的李牧是第一个看到黑骑卫的，心中大喜，果然老天爷不会让自己那么容易的就挂了。转头对着城下的大周士族百姓大声喊道：大周的儿郎们，父老乡亲们，我们的援军到了，敌人的狗崽子们撑不了多久了，一个都不要放过，狠狠的宰了。援军，我们的援军到了吗？太好了，真的是援军到了！杀啊！大周的援军来了，让他们准备赴死的心又燃起了活下去希望。如果能活着，没有人愿意去死，一个个重新紧握钢刀，奋起反击。
周廷、李三、王腾、陈广，大周百姓士卒在城墙之上看着城外越来越近的大周黑金龙旗，绝望的时候又看到了希望，一时间欢呼雀跃起来。大悲大喜之下，有的百姓直接哭了出来。呜呜呜！两短一长的敌人撤退的号角声响起。巴托延吉不甘地看了一眼境北城，转身带着一部人马朝着荒原退去。城墙之上的3位万夫长看到黑骑卫的时候就知道要撤退了，听到号角声之后，掩护着士卒们纷纷撤下城墙。当最后一个敌人士卒撤下的时候，3人毫不犹豫地转身便跳下了城墙。虽然一流高手无法腾空，但境北城墙的高度对他们来说却不算什么。城下敌人的铁骑掩护着大军，向着荒原急速的撤离。黑骑军也不冲杀，只是远远的跟着，不断的骚扰着。敌人撤军了，我们守住了！呜呜！大周的士卒百姓这一次没有欢呼，都发出了悲痛的嚎啕。守住了，但代价太大了。城上活着的士卒百姓不到300人，有的士卒不顾严寒，直接就躺在了地上，彻底放松了下来。这一刻，他们一动都不想动。大周天武32年冬，敌人5位王子各领军3万，南下侵略大周。大周边境5个县城，其中安北县、华丰县、安南县被敌人在短短的1天内攻破。敌人铁骑长驱直入，在大周北领军内肆虐，屠戮大周百姓。随后兵合一处，共计9万大军围攻北领郡。边境5座县城，仅剩下1个华南县，1个境北县一直坚守，等到了镇北军的支援。华南县当时正好有一位出使边境的顶级大儒在城内，而华南县又是离镇北军驻地最近的一个县，3天援军便赶到了华南县，因此城池未丢。而离镇北军驻地最远的境北县，县令李牧带领着境北县上下苦苦坚守了6天。镇北军军帅屠千里得知敌人大规模的南下袭击大周边境，得到消息赶到的时候，3县已经被攻破，大怒，立即派遣2000黑骑卫支援华南县，3000黑骑卫奔赴境北县。其实他也对2县并不抱太大希望，但不管如何，还是派出黑骑卫前去增援，自己亲自带着10万镇北军与北岭境内的敌人大军厮杀。如果不是2县的敌人大军未能进入大周境内，恐怕北岭郡在镇北军前来增援之前，已经被敌人的铁蹄踏平了。北岭郡境内的敌人大军与镇北军在北岭郡城外的平原上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激战，2军的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连续打了3天，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主要是镇北军最强悍的骑兵已经派了出去，敌人的3位王子还在等着其他2位王子的大军到来，哪怕来一个，他们都有把握击溃大周的镇北军。没有等来其他2位王子的大军，大周的黑骑卫确实回来了。屠千里在得知其他2县并未被攻破，心中大喜，也不再着急出战，只是派出了黑骑卫不断的骚扰着，只要拖着就能把敌人这支9万人的队伍拖垮。敌人3位王子看着迟迟未来的其他2位王子，也知道他们是来不了了，也无心再战，慢慢的往荒原撤军。看书啦，军帅屠千里当然不可能就这么放走他们，派出了2万大军埋伏在了敌人大军撤退的必经之路雪松岭。天武32年冬，侵入大周境内的敌人大军在雪松岭遭遇大周镇北军埋伏，一场大战下来，被镇北军打得丢盔弃甲，黑骑卫5000人马追击而去。黑骑卫兵强马壮，也不和敌人大军正面硬刚，敌人大军摆开阵势，他们便远远跑开。只要敌人一撤，黑骑卫又立马扑了上去。敌人大军无奈，只能加快速度的朝着荒原深处撤军。黑骑卫追着敌人大军深入荒原800里才返回。这一战，镇北军斩杀了敌人3万大军。北岭郡除了华南县、境北县，其他3个县城被敌人大军攻陷，数万百姓被杀。境北县虽然挡住了敌人大军，守住了城，但一样损失惨重。敌人南下，城外的村镇不知道多少百姓被杀，多少财产被抢，光守城的士卒百姓就战死了2000余人。境北城内，当知道敌人大军撤了之后，百姓们喜极而泣，这么多天的提心吊胆，终于放下心来了。一时之间，城内一片欢声，有欢喜就有哀愁。守城战死的百姓2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整个境北城墙，2000多个家庭承受着丧失亲人的痛苦。李牧看着城下悲痛的百姓，城墙上一具具大周士卒百姓的尸体，吩咐周廷，所有参与守城、对守城做出贡献的，一定都要记录在册，一个都不许漏掉。吩咐完了之后，转身走进城上的阁楼，倒在木板之上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从穿越过来，李牧已经3天都没有合眼了。境北城县衙后院，当李牧醒来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了。
李牧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前世今生交织，前一秒还在公司在加班加点，后一秒又出现了在了战场之上。李牧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轻纱帐幔，房间里很安静。李牧感觉很饿，拖着虚弱的身子来到了门前，拉开房门，一抹不算刺眼的目光照射了进来，抬手遮住。院子很大，青竹丛生，靠近走廊边的院子里堆着几堆未融化的雪。哐当，左边走廊传来一声响动，少爷，你醒了。接着便听见少女的声音传来，一个丫鬟打扮的少女快速地走了过来，扶住李牧，也不顾掉落在地上的铜盆。而此时的大周京都，夜幕下的京都喧闹繁华，灯火通明。七国文会于1天前已经结束，不出意外，南晋国拔得了头筹，夺得了魁首，而作为东道主的大周却是倒数第2。大周民风开放，早在文会开始之前，坊间便开盘下注，那国能夺得魁首，那国垫底，这是大周百姓参与七国文会的方式。大周百姓压的最多就是大周能进前3，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大周才子走到哪都不受待见，去勾栏听曲遭到白眼，去酒楼吃饭还要遭到小二的白眼，甚至回到家中还受白眼。坊间百姓贩夫走卒之间骂骂咧咧的，不求你夺魁吧，你起码进前3，结果整个倒数第2，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压大周进前3的大周百姓纷纷赔了个精光，整个大周百姓对大周才子文人怨念颇深。大周才子文人，大周一众才子也是一阵憋屈，文会不如其他几国遭到奚落不说，现在出门还要遭到自己人白眼，导致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周的一众才子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在家闭门苦读。他们也想出去喝酒作乐，但想起那一道道白眼，让这些平日里心高气傲的文人才子如何受得了？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学习，在家充充电也挺好。京都皇宫，天武大帝姬彻最近很糟心，一脸阴沉地站在城门殿中。这些天七国文会，大周倒数第2，收获了来自各国使臣明里暗里的嘲讽，已经让天武大帝姬彻快要按耐不住暴走。这不，刚刚接待了各国使臣，商量着文会结束晚宴、贺明宴的安排。文会结束了，需要天武大帝给各国才子们颁奖。又是一波来自各国使臣的挤兑。大周历代虽然文风盛行，但武力有点拉胯，导致了边境蛮人经常把边境当作自家后花园，时不时的来掠夺一番。姬彻自10年前登基以来，改国号天武，亲于朝政，任人善用，一心发展国内军力。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军力终于能和边境各部抗衡，使得边境蛮人不敢再轻易犯边。姬彻一心想要超越先祖，成为一代大帝，但现在却被区区几个小国明嘲暗讽的欺辱，让他一代大帝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哐当，叮当，天武大帝越想越气，一脚直接踹翻了案几，奏折、茶盏滚落一地。万岁爷息怒！城门殿中的一众宫女太监心惊胆战，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跪在了地上。他们都知道自家万岁爷这段时间以来心情就一直很糟糕。天武大帝也知道自己生气也没用，技不如人，有什么办法？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城门殿外的2个小太监听着殿内的动静，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大气都不敢出。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蓝衣的小太监捧着2份奏折来到了城门殿。是何奏折？晚些送来可行？2个小太监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小太监说道。2个小太监心里默默的祈祷，可千万别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啊，最好是不吉的，晚一些万岁爷不再发怒了送去也好。可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是北境800里加急传来的战报，敌人南下犯边。蓝衣小太监低眉说道。敌人犯边？2个小太监心惊胆战，心里咯噔一下，这会还来这样的消息，不是要命吗？你去。2人脸色发白，互相瞅了一眼，同时开口说道。2个小太监谁也不想这个时候去火上浇油，触天武大帝的眉头，来回推着。2位公公哎，这可是战报，耽搁不得，耽误了军国大事，三都得掉脑袋。蓝衣小太监见2人迟迟不肯送去奏折，心里着急地催促道：要是现在送进去，可能现在就人头不保。2个小太监心里想着，2人不着痕迹地快速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小太监说道：万岁爷在里面忙着呢，你送进去吧。对，快去，可万万不敢耽搁。另外一个小太监赶紧出言附和。你们。蓝衣小太监着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咬咬牙便朝着殿内走去。他也无奈，谁让奏折在他手上呢？刚进殿，看着两旁如鹌鹑一般趴在地上的宫女太监，再看了看踢翻在地茶盏，暗几，心中顿时明白了为何两个小太监不愿意进来通传，心里暗骂了一句：万岁爷！北境800里加急战报。蓝衣小太监双手举着奏折，低着头闭着眼，大气都不敢喘。过了半晌，呈上来。一脸阴沉的天武大帝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蓝衣小太监，不耐烦的冷哼说道。蓝衣小太监听到天武大帝冷哼，身子一颤，头压得更低了。跪在天武大帝身后的大太监赵默闻声站了起来，快速的接过奏折，弓着腰，双手捧着递给了天武大帝。天武大帝机车一言不发的接过，打开了第一份奏折。这是北领军郡守李敬忠写的，翻开第1页就看到了，敌人5位王子为了争夺汉位，兵分5路大军攻打了北领郡下的边境5座县城，烧杀抢掠，掠夺无数财宝。好大的胆子，简直欺人太甚，把朕的大周当成了他们的试炼之地。哐当！刚刚平静一点的天武大帝再次暴怒，一脚又踢在了案几上，一张案几踢得4分5裂。要知道天武大帝可是修武道的，而且还是个一流的高手。一根木屑划过了蓝衣小太监的额头，鲜血瞬间流了下来，遮住了眼睛。蓝衣小太监只感觉眼前一片红影，却不敢去擦。奴才该死！万岁爷息怒！蓝衣小太监把头低得更狠了。殿门口一直在竖起耳朵听殿内动静的2个小太监庆幸地对视了一眼，幸亏不是自己送进去的，心中为蓝衣小太监默哀。天武大帝脸上青筋暴起，捏着奏折的手指都在发白。他觉得这天下对自己充满了恶意，谁都敢来挑衅一下。文不如各国遭奚落，现在武的也来，真当他大周好欺负。暴怒的天武大帝忍强着想要丢出的奏折，继续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华南县、靖北县竟然守住了，心情稍微的放松了一些。呵呵，一众太监宫女，万岁爷这是在笑？难道说北境情况很严重，边军不作为，把万岁爷都气笑了？跪在地上，太监宫女想到这里，一个个颤抖着身子，把脸都贴在了地上，生怕一不小心被迁怒。门外的2个小太监更庆幸了，这万岁爷都气笑了，这北境是得多严重啊！看书了啊！天武大帝机车没有看华南县，而是重点看了靖北县的战报。哈哈，好，好，好！天武大帝一阵爽朗的笑声，连说了3声好，声音在一众太监宫女的头顶响起。承文殿内的一众宫女太监彻底搞不懂了。天武大帝接着又翻开了另外一封奏折，半晌后，图千里倒是没让朕失望。天武大帝再次开口。跪在地上的赵默偷偷抬起头看了看天武大帝，发现天武大帝嘴角含着笑意，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奏折。万岁爷真的在笑，有转折，北境大捷。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来点好消息。赵默心里一阵激动，他是天武大帝身边的大太监，从姬舍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在身边伺候了。赵大办，你也看看。说完，天武大帝把手中的奏折递给了赵默。赵默双手接过奏折，快速地扫了起来。看完奏折，总算知道天武大帝为何如此开心了。赵默了解天武大帝比了解自己还多，自从7国文会开始以来，就没见天武大帝像今天这么高兴过了，不禁让赵默对奏折中的小县令凭空多出一些好感，心里暗暗地想着，以后遇见了一定要好好的亲近亲近。天武大帝转过身，心中的烦郁一扫而空，看了看承文殿中跪着的一众宫女太监，开口说道：“都别跪着了，起来吧。”殿中一众宫女太监有些跟不上节奏，前一秒还乌云密布呢，转眼就雨过天晴。都没听到万岁爷的话吗？还不赶紧都死起来收拾收拾！赵默看着还没反应过来的一众宫女太监吼道：“赵大办，不要再责怪他们了，说到底是真的不是，让他们跟着担惊受怕。”天武大帝语气温和。一众宫女太监听完天武大帝的话，更加惶恐了，也更加好奇，到底是什么事能让天武大帝心情如此大好，还主动的说自己不是，维护他们。想都不敢想，那是这些狗奴才的福气。赵默一脸谄媚的低着头对天武大帝说道：“赏，今天在承文殿内的所有人都有赏。”天武大帝哈哈大笑，转过头看着一脸是血的蓝衣小太监问道：“Cap 啊 Delta Net， 你叫什么名字？”蓝衣小太监听见天武大帝的询问，赶忙又跪了下去：“奴才小喜子，恭喜陛下！”心中也是一喜，这种高兴的时候，万岁爷还记得问他名字，那指定是有好事。哦，喜从何来？
天武大帝颇有些意外地问道：“奴才不知道喜从何来，但看到万岁爷龙颜大悦，奴才心里也是着实欢喜。”蓝衣小太监磕头连忙道：“哈哈哈，不错，小喜子，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去太医院取药，把脸上的伤治好，溜了疤就不喜了。”天武大帝大手一挥：“谢万岁爷，奴才告退。”小喜子躬身退出了城门殿，脑中还晕乎乎的。今天的伤受得不冤，因为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平步青云了。龙颜大悦的天武大帝扫了一圈城门殿，起身往外走去。他觉得乱糟糟的城门殿配不上他此时的心情，殊不知造成这副景象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好吧，你是皇帝，怎么都对。赵默紧跟着天武大帝朝着殿外走去。走出殿外的天武大帝突然停下了脚步，开口说道：“去查一下。”遵旨，老奴这就去。赵默心领神会的弓着腰，朝着天武大帝施了一礼，退了下去。心情大好的天武大帝朝着御书房走去，他准备一会要把大臣们叫来，好好商量一下如何把这个贺明宴办好。北境夜，刚晴了一天的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夜色下，县衙后院，县尊居住的院落侧厅，屋子里烧着一盆炭火，橘红色的火光微闪，不时传来噼啪的煤炭炸裂声。李牧坐在了圆桌前，一边烤着火，一边小口小口的就着咸菜喝着粥。2碗粥下肚，腹中的饥饿感才消失。呼，喝完粥的李牧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靠在了椅子上，一动不动。少爷睡了3天，腹中空，不能吃油腻的饭食。明天小蝶给您做您最爱吃的狮子头。看着一脸满足躺在椅子上的李牧，小丫鬟快速的递了一杯茶在李牧手中。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李牧喝了一口茶，看着正在收拾碗筷的小丫鬟，心里想着：万恶的旧社会。不过我喜欢。记忆中，李牧出生在江南郡平安县的一个大户人家，老爹李百万是开酒楼的，一听名字就有钱。老妈慕云是书香门第家的大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因为家里遭了难，才下嫁给了老爹。李百万一介商贾，能娶到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按他的话讲，那是8辈子积来的福。家里祖坟冒了青烟，所以对自家媳妇一直很好。事实也是如此，李牧能考上进士及第，跟慕云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商贾家出了李牧这么一个当官的，李百万对自家媳妇就更好了。小丫鬟叫小蝶，从小在家就伺候着李牧。李牧来北京上任的时候，就带了小丫鬟小蝶照顾起居，这妥妥的富二代啊，而且还是个有实力的富二代。躺平，必须躺平。李牧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如今的身份地位已经让他觉得无所追求了。要钱有钱，要权自己大小是个县令，放现代那就是县长。但是别忘了，这是古代的县令啊，基本这一片自己说的就算。而且这个年代嫖娼，呸，不是读书人的事，能叫嫖娼吗？那是以文会友，看歌舞表演，可以3妻4妾。李牧一边喝着茶，一边对未来憧憬着。大人，你醒了。门外传来了周婷的声音。李牧，京都夜，皇城内漆黑一片，唯有文华殿还灯火通明。文华殿是阁老们上班处理公务的地方，那个有4位阁老，乃是朝中最有威望的几位大臣担任，帮着皇帝处理政务。每天都会有1位阁老在文华殿值班，今天值班的正是右相张礼。张阁老，万岁爷在御书房，让您过去一趟。一个青衣小太监来到文华殿，朝着正在伏案的张礼开口道。闻言，张礼站了起来，说道：“这么晚了，陛下有何事召见？”张礼身材不高，是一个面容清瘦、留着山羊胡子的小老头，也是大周顶级大儒之一，唯一一位有着7斗才气，还在朝中为官的大儒。虽年过半百，却是精神十足。陛下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青衣小太监低眉提着手中的灯笼，侧身说道。张礼也不再多问，走出文华殿，跟着青衣小太监朝着皇城内走去。皇宫内城御书房内，天武大帝端坐在案几后，手里拿着暗影司传来的密报。赵默站在一旁候着。暗影司是天武大帝安插在各州县监察百官的特殊衙门，主要是监察百官、刺探情报，由大太监赵默统领着。万岁爷，2位阁老，尚书到了，就在外面候着呢。门口传来小太监的声音：“宣遵旨。”小太监应声退了出去。不多时，御书房外便传来了脚步声：“老臣参见陛下。”“臣参见陛下。”4位大臣向着天武大帝拱手行礼。首辅高长青，须发皆白，
一身官服不怒而威，又像张礼。礼部尚书徐熙平是一位50多岁，身材微胖，看起来给人感觉很和气，又很不好接近的样子。吏部尚书孙平凡人如其名，长得并无特点，一脸严肃。40多岁，是大周最年轻官拜尚书的官员。大周2品以上官员见皇帝是不用下跪的，只需要拱手施礼就可以。哈哈哈！深夜打扰各位爱卿，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众爱卿商议。天武大帝看着4位大臣，笑着说道：“来人，给4位大人搬凳子来。”4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这什么情况？最近咱这位天武大帝不是一直为齐国施惠烦心吗？怎么还这么高兴？还有凳子坐。首辅高长卿，礼部尚书回了一个眼神：“我还在家睡觉呢，就把我叫来了。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坐相张李老神在在，目不斜视地站在一边。别看我，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吏部尚书面瘫，脸上毫无表情，摊摊手。几人眼神快速地交换了一下。诸位爱卿看下，这是北领郡传来的战报。天武大帝的声音传来，4位大臣收起眼神，坐了下来。一旁的大太监赵默拿着奏折递给了左上手的高长卿，这就是一封很正常的战报。敌人犯边，陛下怎么还这么高兴？高长卿耐着性子往下看。啊，天纵奇才，简直是天纵奇才！看到晋北县战报的时候，高长卿高呼。高长卿意识到不对，立马起身拱手道：“陛下赎罪，老臣失礼了。”天武大帝摆摆手，示意无妨。几人看着高长卿，心中排腹，啥事啊，大惊小怪的，年纪大了遇见点事就一惊一乍的。高长卿扫了几人一眼，就知道几人心里想啥，把手中的奏折又递给了张礼。哼，还嘲笑老夫，一会别惊掉你们的大牙。张礼接过奏折，半晌，惊呼：“才华横溢！哈哈，儒道多久没见过如此才华横溢的文人了？大周儒道有望了，这是谁的学生？如此天纵之才？”张礼打开奏折，前面看着平平无奇，可看到晋北县战报也不禁站了起来。礼部尚书两人对视了一眼，感觉事情不对。一个人失礼还说得过去，连张礼这老头都惊呼不同寻常。两人接过奏折，一起看了起来。晋北县两人撕了一口凉气，看着对方。这世间竟有如此精彩艳艳之辈，大周的儒道要雄起啊！天武大帝一直观察着众人的神色，悠哉地喝着茶，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样子。4人又对视了一眼，难怪陛下如此高兴，恭贺陛下！4人朝着天武大帝拱手道贺。哈哈哈，朕也没想到，在朕的治下有如此能臣，这是大周的福气。天武大帝站起身来，示意众人不用多礼。朕深夜召各位爱卿前来，就是想商量一下明晚的鹤鸣宴如何安排。欧米伽W Kappa Delta H 与普西龙5 Net。天武大帝说出了今晚开会的主题。陛下，臣为礼部尚书，这个鹤鸣宴的事就交给臣来办，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不待众人开口，礼部尚书一脸献媚地站起身，对着天武大帝拱手说道：“哼，怎么也轮不到你礼部操办吧？”礼部尚书一脸正气地对着天武大帝施礼道：“臣愿为陛下分忧。老夫还在，何时轮到你两小儿为陛下分忧？”张礼睥睨地看着两人。两位尚书，要知道张礼可是两人的直属上司，两人也是敢怒不敢言。你们都当老夫不存在吗？陛下御书房内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两位尚书不敢说话，却又不惧张礼的。高长卿怒喝一声，站了起来：“陛下，老臣今年80有2了，不知道还能辅佐陛下多久。鹤鸣宴的事就交给老臣，让老臣也为陛下，为大周发挥最后一丝余热。待高老匹夫，倚老卖老，年纪大了就回家歇着，给年轻人多留一些机会。”张礼虽为左相，论官位比高长卿低半级，但张礼却是丝毫不给高长卿面子。你贵为左相，还是大儒，如此出口不逊，如何做读书人的表率？如何主持鹤鸣宴？真是岂有此理！高长卿见张礼如此不给面子，也是大怒。两位尚书小老弟相互瞅了一眼，知道有两位大佬在，没他们什么事，就静静地坐下来做一个吃瓜群众。张礼，你个老匹夫！高长卿，你！御书房内两位大佬吵的是不可开交。W 卡德尔塔户 Net， 众人何时见过这种场景，都惊奇地吃着瓜。最后实在听不下去的天武大帝才站出来分解劝说，才艺两人共同主持鹤鸣宴。礼部两位小老弟为辅的方案
劝下了两人，不然两人都快开始比其娘知了。一直到深夜，两位大佬带着两位小老弟才喜滋滋的出了宫。靖北县城，北境的冬天不是在下雪，就是在下雪的路上。看书啦，李牧早就醒了，但躺在温暖的被窝就是不想起来，一直都有赖床的习惯。盯着头顶的幔帐，李牧叹了一口气，还是起身了，推开窗户，一阵寒风吹来，李牧打了一个哆嗦，赶紧运财气于身，沟通天地元气，隔绝了外面的冷空气。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李牧想起了那些战死在城墙上的大周士族百姓。良久，才无力的嘀咕道：“我只是想做一个混吃等死的二代啊！”嘴里说着，身体却诚实的往外走去。他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很多答应士族百姓的承诺还没兑现。欧米伽 W Cap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5 Net。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坚持。穿好衣服，李牧打量着铜镜中的自己，眉清目秀，对，就是眉清目秀，20出头的样子，一头古代标准的长发，一双明亮的眼睛，眼角微长，扬了扬嘴角，有一种不羁随性的感觉。根据前身的记忆，李牧穿过内宅，来到了二堂。二堂是县尊日常办公的地方。进了大堂，就是一个议事厅，右手边一张书桌，靠墙摆着一排书架，整整齐齐的码着文牍。靠窗的位置摆放着2盆青竹。从整体装修来看，可以看出前身李牧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Cap Delta Net。李牧打量着自己拥有的第一间办公室，虽然有着前身的记忆，但跟自己亲眼看到的还是有差距。大人这么早就来了。门外一名老仆役进门看着正在屋内转悠的李牧。衙门都会雇佣一些编外打杂的仆役，主要就是为官员们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睡了3天了，睡不着，来得早了一些。李牧坐在书桌后的太师椅上，开口道：“大人稍待片刻，小人这就去给大人倒茶，准备炭火。”说着快速出门去了。李牧坐在书桌后，翻看着卷宗。大战过后，李牧沉睡的这3天，堆积了很多公务。守城伤残的士族百姓，军功的报备，百姓的安抚方案，都需要李牧点头确认。一直到了卯时的其他官员才陆续走进衙门，开始点卯。李牧公房的议事厅内，主簿范春元正在向坐在主位的李牧汇报着最近的公务，还有这场战争带来的损失账务。范春元，一个60多岁的老举人，靖北县本地人，40多岁还未考中进士，心灰意冷之下，才在靖北县谋了主簿的9品官职，一干就是20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为人办事靠谱，从未出现差错。一县主簿干了20年，管理着整个县的钱粮。范元春清楚地诠释了什么叫两袖清风，一清二白。敌人来犯这些天，后勤方面丝毫不乱，安排得井井有条。范春元功不可没。李牧第一次征召百姓守城，这位老举人毫不犹豫地派出了2个儿子上城。大儿子少了条胳膊，小儿子重伤，现在还没醒。对于这么一个有能力、大公无私的老人，李牧还是打心底里尊敬的。靖北城很穷，处于边境的县城都穷，所以只有像前身李牧这样没背景的，才会被派到这种地方上任县尊。大人，现如今靖北县现银只有33000两，粮食2万担，城外乡村被敌人洗劫一空，县衙如今的钱粮根本不够抚恤士族百姓。范春元拱手尊敬，朝着李牧说道。对李牧，范春元也是非常敬佩的。以前他觉得李牧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他在靖北县干了20年的主簿，上任的县尊多达10位，能被派来这种地方上任的，都是被放逐的，也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吃等死。但唯独李牧，他有些看不透。一开始李牧上任的时候，他以为又是一位没什么背景能力、被放逐的小年轻，但随着接触，李牧不但不得过且过，还很有针对性地改革了靖北县，有些让他刮目相看。经过这一次守城战，李牧誓死不退，6天6夜不睡觉，守住了靖北县。范春元彻底的服气了，这位县尊大人不但能力出众，心性坚韧，而且诗才绝顶。半缺战事让李牧今后不管在大周还是敌国，都会被读书人奉为座上宾。2首传千古的诗词，足以压得天下读书人黯然失色。一句犯我大周者，虽远必助，让李牧以后在大周官场可以平步青云，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将会只想与之交好。范主簿，先坐下，这些本官会想办法。昏睡了3天，还未给朝廷上奏折，晚些时候本官会写奏折向朝廷申请减免税收和战损抚恤，绝对不让我大周敢打敢拼的儿郎们流血又流泪。李牧听完老举人的汇报，
也知道当务之急需要先解决境北县的抚恤问题，不知道朝廷能不能痛快的解决。李牧心里也是拿不准，这样再好不过，有大人开口，那就没有任何问题。范春元点了点头，一副毫不担心的样子。也是，以李牧现如今在境北县展现出来的实力，无论提出什么条件，只要不是太过分，朝中的大佬们都会答应的。只有李牧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接着又是周廷汇报着战死的士卒百姓人员，多少重伤无法痊愈的，多少轻伤的。一直到午时，李牧才开完了自己在大周的第一个会。李牧没有回后院用饭，而是跟着周廷老举人吃了一顿大周的员工餐。吃完饭的李牧就带着周廷走出了县衙，他准备在境北县先转一圈，看看情况，再做打算。一路走出来，县衙里的官员衙役见到李牧都恭恭敬敬地行着礼。境北城被2条交叉的十字路给分成了4块，衙门坐落于东城，所以治安是最好的。东城都是衙门官吏以及一些有身份地位人家的住宅，西城是境北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了，茶楼、酒肆、青楼、赌坊，各种店铺林立，住的是一些比较有钱的商贾。南城住的就是普通百姓了，独门小院，也有一些商业店铺、酒楼、勾栏，属于平民百姓去的地方。北城就是穷人、外来人口租住的地方，龙蛇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房屋低矮杂乱，很多都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境北县未时，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零零散散的雪花，冷清的街道上行人并不多，都是来去匆匆的赶路人，空气中还弥漫着大战过后的一丝丝悲伤。李牧带着周廷还有2名快手，穿着便服朝着北城走去。李牧还有个重要的事情，那个救他一命，自己却死于敌人刀下的少年，还有一位孤苦无依的妹妹活在世上。北城很乱，主干街道两边一排排商铺正在营业。2名快手带着李牧、周廷2人穿过街道，朝着乌衣巷林铁匠的铁匠铺走去。小巷里房屋低矮，违章建筑繁多，在厚厚一层积雪的压迫下，显得岌岌可危。一条条小巷里冻硬的泥土路，被行人踩得泥泞不堪。沿途李牧看到了很多人家，门口都挂着白色布条。李牧知道，这些都是家中的守城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家，仗义多是土狗辈。这次的守城战，参与守城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个又脏又乱的北城居民。已经过去3天了，丧失亲人的家庭依然没能从悲伤中走出来。走在小巷里的李牧隐约还能听见从2边房屋里传来悲痛的哭泣声。也许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李牧的内心被触动着。林家铁匠铺位于乌衣巷最深处的一座瓦房，一个不大的小院，院子前面是林巷搭建的开放式铁匠铺。林铁匠平时就靠给街坊邻居们打打农具、菜刀剪子为生。林牛儿平时就帮着父亲在北城内上门接一些生意，完成之后再送货上门。一家3口，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也很美满。靠着林家父子的勤劳，也盖起了2间大瓦房，比北城大部分人家都要好。走到林家小院门前，就听见屋里传来了喝酒划拳的声音。李牧皱着眉，林家难道还有亲戚？那也不对呀，如果是亲戚，林家父子刚死，亲戚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饮酒作乐啊。李牧侧身看了看周廷，什么情况？周廷也听见了屋里的喝酒划拳声，看着李牧投来的目光，我也不知道啊。李牧推了推院门，门是从里面拴着的。李牧看了一眼周廷，示意他敲门。周廷心领神会，一个纵步就跳进了院子，打开了院门。李牧看书啦，哈哈哈！林家这小妞倒是长得不错，就是年龄小了点，不然虎爷厨的滋味也很好的。李牧走进了院子，里面喝酒划拳的声音更大了，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说话声。李牧感觉不对，正要上前推门，砰！周廷直接一脚踹开了大门。李牧此时的屋内，一张半新的圆桌，桌上摆满了酒菜，3个汉子正端起碗准备喝酒。一声巨响，吓得3人连忙站了起来，顺手拿起了一旁的烧棒。那个狗日的，敢打扰爷爷的酒兴！一个光头壮汉怒吼道：“李牧，你爷爷我叫周廷。”话还没说完，拳头已经砸在了光头大汉的脸上。光头大汉半边脸顿时塌了下去。屋里光线较暗，李牧站在了门口，挡住了光，里面的几人根本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后背发光的身影。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另外一个缩高个厉声说道。李牧，你又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周廷说着又是一拳，直接把瘦高个打飞了出去，撞翻了一旁的木架。我们可是青龙帮里3爷的人。剩下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个子紧握着手里的烧棒，色厉内查的说道。周廷这次没有着急动手。
李牧瞅了瞅周婷，确定他不再说话后，开口道：“我啪！”李牧话还没说完，小个子便从李牧眼前飞了出去。李牧觉得自己还是高估了周婷的情商。林家的那位小姑娘在哪里？看着满地嗷嗷叫的3个混混，李牧阴着脸，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3人只顾嚎叫，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周婷一手一个丢在了院子内，排得整整齐齐。大人问你们话呢。周婷一只脚踩在了贼眉鼠眼的小个子，手指上来回转动着。啊，在隔壁柴房，在隔壁柴房啊！贼眉鼠眼的小个子痛哭流涕的连忙说道。李牧快步朝着柴房走去，门是从外面插着的。打开房门，李牧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双腿蜷缩在柴房的一角。听到开门的声音，小小的身影抬起头，一脸惊恐地看着李牧。Wap kanashmo net， 求求你们不要再打小然了，小然会很听话，很听话的。小小的身影瞬间跪趴在地了上，不停地颤抖着。看到这一幕的李牧双目圆睁，脸上青筋暴起。他不敢想象眼前的小丫头遭遇了怎样的非人待遇，能让这个小小的人如此恐惧。李牧走到小丫头的身前蹲了下来，看着不停颤抖的小小身影，努力地平复着脸上的表情。他生怕自己的表情吓到眼前的小人儿。李牧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说道：“没事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是来接你的。”李牧说话的声音很轻，听到李牧说是自己哥哥的朋友，小丫头这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你真的是哥哥的朋友吗？是来接小然的吗？小丫头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名贵华服、披着狐裘大氅、露着难看笑容但眼睛却很好看的大哥哥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期盼，一丝不确定，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大哥哥应该是个很有身份的贵人。以前跟着爹爹上街的时候，见过很多穿着这样衣服的贵人老爷们，但那些贵人老爷们看他眼神都没有眼前这位大哥哥温柔。李牧看着眼前的小丫头，一身绿色的小夹袄，鞋子不知道丢哪去了，一双赤着的小脚冻得发青。李牧想到了那个少年士卒冻得乌黑的双脚，自己答应过他要帮他好好照顾他妹妹的，可现在他的妹妹却遭到如此的境遇。李牧心里很自责，也很愤怒，牵动着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难看起来。大哥哥，您别生气，小然不问了。小丫头身子颤抖着，小心地说道 ：“Cap 啊 ，Delta Net， 哥哥不是在生小然的气，哥哥是在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接你。”看着如同惊弓之鸟的小丫头，李牧心疼，说着解下了身上的狐裘大氅，披在了小丫头身上。宽大的狐裘大氅把小丫头整个人都裹在了里面。脏！小姑娘身子往后缩了缩，不怕，小然不脏。这样的衣服以后都给小然用来垫脚。李牧有些泪目，抱起小丫头往外走去。小丫头乖巧地缩在李牧的怀中，她感觉这个大哥哥的怀里好温暖，好温暖。小院中，2名快手持刀站在了院门口。周婷站院中审问着3人，在周婷铁血的手段下，3人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3人不过是青龙帮下最边缘的小混混，为首的光头大汉叫马虎，2个小弟，一个叫竹竿，一个叫老鼠，天天打着青龙帮的旗号，在乌衣巷这一带作威作福。在得知林铁匠父子死在了城上，便开始打起了林家2间大瓦房的主意。一开始的时候，3人还怕官府的人会来，也没敢动手。可一连3天过去了，也不见官府的人来问，所以昨天晚上3人就来到了林家，把小丫头关在了柴房，把林家当成了3人的据点。要是李牧再晚来1天，那估计李牧就要一辈子活在懊悔中了。走出柴房，小然已经在李牧的怀中睡着了，一只冻得发红的小手还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李牧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小丫头，发现小丫头脸上竟有一块青紫。刚刚在柴房光线黑暗，没仔细看，李牧轻轻地扒开了盖在额头的头发，额头到脸上要块青紫。李牧轻轻拿开抓在自己胸前衣领的小手，再拿起狐裘大氅的一角塞进小丫头的手里后，看着怀中小丫头慢慢舒展的眉头，把她递给了正要动手的周婷。周婷手忙脚乱的伸手抱着小丫头。李牧脸色狰狞的看着地上哀嚎的3人，他已经压不住心中怒火了。他现在想杀人，也只有杀人才能平息他的怒火，平息他对那个为他挡刀的少年士卒的歉意。靖北县北城乌衣巷，此时的林家小院外面的小巷中，听到动静的周围百姓都纷纷走了出了家门，看向林家的方向，把他们都带出来。李牧阴着脸朝着院外走去。2个快手闻言连拉带踹的把3个混混押出了林家小院，砰砰几脚直接踹断了3个混混的小腿。3个混混抱着腿哀嚎着跪在了地上。2位快手也是从守城战中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汉子，
现在亲眼目睹了3个混混如此畜生般的对待同自己一起守城战死兄弟的家人，心中也是怒火中烧，对3人出手也是丝毫的不留情。做完这一切的2名快手持刀站在了两边。此时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看着躺在地上的3人，为首的正是为祸无一巷一带的马虎等人，也在纷纷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李牧扫了一圈周围的百姓，这才抱拳说道：“诸位父老乡亲，本官李牧，靖北县县令。啊，县尊大人，县尊大老爷呀，我还以为是马虎惹了不该惹的人呢，真的是县尊大人，县尊老爷来了。这3个恶棍没有好果子吃。”县尊大人，百姓们议论着，围了过来，朝着李牧行礼。靖北城的百姓们都对这位靖北县的守护神充满了敬意，都惊奇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县尊大人。现如今，靖北县说书人已经把李牧6天6夜未睡坚守城墙，诗词引发天地异象，一次又一次的震退敌人的事迹改成了话本。靖北县大大小小的各个酒楼茶馆，只要有说书人在讲靖北县尊守城的故事，那必定是高朋满座，列无虚席。百姓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听不够。如今能亲眼见到这位县尊大人，怎么能不激动？围观的百姓更多了。李牧见到越来越多围观的百姓，都在纷纷夸赞着他，运气才气朗声说道：“诸位靖北县的父老乡亲们，李牧身为靖北县令，守护百姓是我的职责，当不得诸位父老乡亲的称赞。”围观百姓们在李牧说话的时候，都纷纷停下了议论声，生怕打扰到李牧的发言。李牧顿了顿，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敌人攻城以来，诸位父老乡亲们共同上城抵御敌人，正是因为有你们的不畏牺牲、拼死作战，才守住了靖北县。李牧答应诸位父老乡亲们的承诺都会一一兑现。”李牧看了一眼都在眼巴巴看着他的百姓，继续开口说道：“所有的一切赏银、抚恤、衙门都记录在册，不日都会有公文发出。所有参与守城的百姓，若有人想到县衙当差的，敬请到县衙报到，本官会优先录用。知县大老爷，俺们相信你。欧米伽W Kappa Delta H 与普西龙5 Net。对，县尊大人。”听完李牧的话后，百姓们欢呼。李牧此刻在他们心中的越发高大了。看书了啊！看了看欢呼的百姓，李牧心中也松了口气，希望在抚恤、减免政策下，让那些受伤的家庭悲痛能够缓解一些。但是李牧继续拱手抱拳说道：“靖北县里就有那么一些害群之马、恶徒，守城的时候龟缩在城内，贪生怕死，等我们的英雄们打跑了敌人，又出来祸害我们牺牲的英雄的家人。我想问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愿不愿意？”不答应。一个杵着拐杖的大汉高声说道：“对，我们不愿意。” Kanashmo Net。 百姓们神情激愤地说道：“他们为靖北县抛头颅、洒热血，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靖北城，怎么能容忍别人欺负他们的家人？好，如果遇到这样的恶徒该怎么办？”李牧高声呼喝：“打死他们！靖北县不需要这样的人，必须抓起来打死！”百姓们更加激愤了。跪躺在地上的马虎等3人小混混，此刻脸色苍白，他呢知道这一次完了。此人名叫马虎，日前带着2个混混，不但侵占了邻家的房子，还对一个6岁的孩子出手，把他关在冰冷的柴房一整夜。这样的畜生，大家说该不该死？李牧看着瑟瑟发抖的3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该死，该死！县尊老爷，打死他们！百姓们看着3人，心里也都知道县尊大人说的恶徒是谁。从百姓的呼声可以看出，3人是多么的遭人愤恨。好，今日本官就为民除害。李牧也不废话，顺手抽出一名快手的腰刀，噗噗噗，3颗人头滚落在地，鲜血瞬间染红了小巷的泥地。马虎3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没想到李牧出手如此果决，百姓们愣了半晌。好，县尊大人杀得好，此等恶贼早就该死。人群中的百姓都是经过守城的战争的尸山血海，自然不会害怕。见到3人尸首两端，纷纷拍手叫好。也怪3人平日里作恶多端，让一众百姓如此痛恨。诸位父老乡亲们，以后如果再遇见这样欺负乡邻的恶徒，不必客气，先打了再说。如果遇见惹不起的，乡亲们也不要硬拼，到县衙找我，李牧一定给乡亲们做主。斩杀了3人，李牧愤怒的心情总算是平复了一些，继续对着围观的百姓说道：“感谢县尊大老爷，咱都靖北县终于来了一位实实在在为民做主的好官。青天大老爷，此事就到此为止了，诸位父老乡亲们都请回去吧，朝廷的抚恤不日将会下发到诸位手中。”李牧开口劝回了围观的百姓，百姓们朝着李牧施礼后，
才三三两两的往自家走去，又吩咐2名快手处理了3人的尸体，才转身抱过小丫头朝着县衙走去。小丫头这一天一夜不知道受了多大的惊吓，回到县衙，小丫头依然还在沉睡。返回县衙后，李默吩咐小蝶好好照顾小丫头，李默也没有闲着，来到了书房，铺好了笔墨纸砚，开始写上报的公文奏折。他需要尽快的落实对百姓们的承诺。第一份是靖北县守城中和敌人战斗的公文，又把守城中战斗牺牲的士卒百姓，以及这场战争中的损失，3万敌人攻打靖北县，在城外的乡村烧杀抢掠，村寨房屋被焚，通通都写了上去。第二份公文是向朝廷请求给靖北县减免税收，向朝廷请功求赏的。一直到华灯初上，天色暗了下来，李牧这才把2份公文写完。李牧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希望一切顺利吧。京都、皇城、万民殿，夜幕降临，皇城内的万民殿灯火通明。万民殿乃是天武大帝每年除夕接见百姓，同百姓们共同饮宴的大殿，一般只有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才会启用万民殿。在经过朝中知道内情的几位大佬推波助澜，大肆宣扬后，整个京都都知道了天武大帝要在万民殿举行七国诗会最后的盛宴——鹤鸣宴。今夜的京都城内城外，金无不金，城中有威望的人家都纷纷收到了来自天武大帝的请柬。京都百官、世家、书院学子、坊间百姓沉默着，不明白大周在七国诗会倒数第2，雄才大略的天武大帝为何还要大张旗鼓地举办鹤鸣宴？要知道，开启万民殿来的不光是文武百官、世家子弟、各国使臣才子，还有民间的商贾百姓、贩夫走卒中有威望的一些人，可以说是隆重无比。各国使臣、学子们也都有些懵，大周的天武大帝竟有如此大格局，自己倒数第2，还要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替他国才子扬名。各国使臣、才子纷纷表示，大周天武大帝果然是一代大帝，胸怀如此宽广，我国劲敌。夜幕下的大周京都在今夜更显繁华了，通往万民殿的宫门大开，文武百官、世家子弟、各国才子、大周百姓们邀着相熟的同伴，三三两两地朝着万民殿走去。不管在何时，喜欢热闹一直都是人们共有的本性。京都百姓虽然不明白天武大帝为何在文会倒数第2的情况下，还有心情举办如此隆重的宴会，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皇城外没有接到邀请的文人才子，百姓们也都不甘寂寞，走出了家门。金无不金的京都夜晚街上人头攒动，各个酒楼茶肆、路边小摊都坐满了人，文渊河上画舫林立，两岸街道青楼歌坊灯火通明，才子佳人相坐一桌，嬉闹声、喝酒声，一副景象好不热闹。皇城的万民殿，殿内殿外摆放着一张张案几，宫内漂亮的宫女们来回端着珍馐美酒摆放于案几之上。大殿内，各国使团、才子分坐于大殿左边，大周一众官员、书院大儒落座在右边。各个使团、大周的大佬们的首席位却还一直空着，离开宴的时间还早，应该要最后上场看书啦。殿内其他各国的才子们正三三两两的交谈着。这大周的皇帝陛下心胸果然够大，倒数第2还能把鹤鸣宴安排得如此隆重。靠近大殿门口处的案几后，一位长脸的袁国才子开口道，语气中有一丝揶揄。袁国长脸才子说话声音并不算小，右边坐落的几个大周才子也有听到，顿时一个个面露愠色。哼，你袁国倒数第1，有何资格在此大放厥词？一个身穿白色世子袍的大周才子站起身，冷哼道。听到大周这边有人回话，袁国的几位才子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意味。袁国的长脸才子转过身，看着大周才子白袍上的作文，笑着说道：哦，哈哈，原来是云路书院的学子呀，失敬失敬。嘴里说着失敬，语气却是阴阳怪气。边蛮小国，有何资格在我大周逼逼赖赖？大周一方因青衣世子打扮的胖子站了起来，微眯着眼睛，直接爆出粗口。你袁国的长脸才子没想到大周这边竟有才子出言不逊，如此的不客气，一张脸涨得通红，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另外一名身穿白衣、气度不凡的袁国才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向前一步拱手道：原来是大周礼部尚书家的徐谦公子，在下刘非凡见过公子。袁国白衣才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发胖、一脸桀骜的青衣世子，拱手说道：你叫什么？本少爷不感兴趣，有话就直接说，别整这一套。徐谦却是丝毫不买账。呵呵，众所周知，我袁国以武立国，儒道发展不过100年，自然比不上大周1000年的儒道历史。
袁国才子刘非凡也不恼，笑着开口，意思就是你大周儒道开创千年，历史悠久，文慧还不是倒数第二？那你的意思是，你袁国武力强盛，想要跟我大周碰一下了，或者先跟我们大周的才子打一场？徐谦歪着脑袋看着袁国才子，也不正面回答。刘非凡，你这是曲解我的意思。刘非凡看到徐谦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张了张嘴辩解道，他可不敢回答徐谦的话，明显徐谦是在给他挖坑。要知道大周现在武力可不弱，打他们袁国那是轻轻松松。几人的说话声不小，引来了其他各国的才子纷纷侧目，都站在一边看戏。大周一方10几名文人才子都站到了徐谦身边，目光不善地盯着袁国的几位才子，看得袁国几位才子头皮发麻。一开始说话的长脸才子更是低着头不敢看众人。半晌，刘非凡才朝着大周众人拱手说道：“我为刚才的话向大周道歉。”刘非凡知道此时硬刚吃亏的也是他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徐谦眼中闪过一丝意外，这刘非凡有点东西，识时务，知进退。徐谦挥挥手，兴致阑珊说道：“以后没有实力就不要随便出来炸刺，被人当枪使。”大周一众才子也是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看来是打不成架了。要知道能进大殿的这些才子，不是尚书的公子，就是郎家的少爷，这些家伙读书可能不行，但打架那可是1等1的好手。各国才子也是失望的摇摇头，没戏看了，这袁国人真是怂。呵呵，徐公子好大的威风。正当徐谦准备走回自己座位的时候，殿门口传来一声冷笑，各国才子眼睛一亮，又有戏看了。大殿门口，一身白色士袍、风神俊朗的才子，正是这次七国诗会的魁首，南晋国的方旭一众人。大周众才子眼中又活跃起来了，看着带头大哥，意思就是干他。虽然方旭已经是举人1品，战力比他们高，但是只要不到进士，就无法勾动天地元气。大周一方人多，能堆死他。再大的威风，也没有你方魁首威风大。宴会马上开始了，才来，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徐谦没让大家伙失望，直接毫不客气地说道：“哦，徐公子有何指教？”方旭风度翩翩地带着一众南晋才子走进大殿，丝毫不惧徐谦。其他各国才子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人，纷纷坐下，开始安静地吃瓜。徐谦撇撇嘴，仰着头睥睨地看着骚包的方旭，指教当然有。大周一众才子摩拳擦掌，30年河东，30年河西，50年后见。徐谦义正言辞地说道。方旭正在喝酒准备吃瓜的其他各国才子一口酒喷了出来。就这，徐谦，我又不是傻，人家方旭七国魁首，南晋国也不比大周弱，真在大周挨了揍，陛下也不好交代，回家不得被自家老头子抽死。徐谦老神在，一副好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甩了甩袖子，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而就在这时，哐当一声，一块板砖从徐谦的袖子中掉了出，殿中一片安静，都瞅着地上的搬砖。徐谦弯腰捡起板砖，扫了一眼大殿中众人。我身为礼部尚书的公子，随身带着一块板砖很合理吧？众人，礼部尚书公子跟板砖有何关系？一众大周才子见带头大哥都走了，也都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其中一个走得有些急，直接撞在了前面几人身上。哐当，叮当，酒壶、盘子纷纷从众人袖口中掉了出来。一众大周才子，我们身为大周才子，随身携带一些酒壶盘子也属于正常吧？撞在众人身上的大周才子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方旭，各国吃瓜群众，袁国才子见此，幸亏认怂得早。一场闹剧刚刚结束，大殿左侧传来琴瑟之音，余音绕梁，在庄重的宫乐声中，传来了大太监赵默的嘶喊声：“陛下驾到！”整个大周最有权势的天武大帝携着天武皇后从左侧走了过来，满面温和笑容地走进了大殿内，站在了龙椅之前。各国使臣、朝中大佬们也纷纷跟着走进了大殿，满殿名士云集：“吾皇万岁万万岁！”殿内外的群臣、世子百姓们下跪行礼，各国使团才子们弓腰行礼。原先殿内针锋相对的气氛被此时的庄严所取代。天武大帝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皇后在旁边相伴。天武大帝心情似乎很好，眼神扫视了一圈殿内，众卿家平身，谢陛下。大礼以后，宴会开始。大殿之内，大周一方朝中几位大佬端坐于首位靠前的位置，而七国使团排得最上面的乃是南晋国的使团，下面依次是唐国、吴国、宋国、明国、元国。首先开始的是一轮宫内的歌舞表演，
天武大帝坐在高台之上，看得津津有味。在观一众朝中大佬也小有兴致的看着，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次大周夺得魁首呢。这看样子陛下是真的开心啊，也不似作秀。朝中不知内情的大臣们端着酒杯猜测着，各国使团的看着天武大帝。大周的大臣们也是心中纳闷，你们是倒数第二呀，这么开心干嘛？欧米伽欧米伽 W Kappa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舞 Net 一轮歌舞之后，天武大帝朝着各国使团开口：七国诗会，诸国使节学子不远千里来我大周，不少学子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朕心甚慰。今日贺明宴诸位不要客气，不醉不休。天武大帝说完，就举起了手中的金樽。各国使臣才子听着天武大帝的话，感觉怪怪的，却一时又不知道哪里不对，也跟着举起了手中的酒樽。谢大周陛下，一杯饮尽。赵牧快速的给天武大帝酒杯中酒倒满，退到一边。天武大帝又举起手中酒杯，朝着大周一方开口道：大周的学子表现的也不错，虽然这次失利，但也不必气馁，以后多多努力。天武大帝勉励了一番大周才子，大周一众才子泪崩，这可是这段时间以来听到最好的听的声音了，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站了起来。谢吾皇陛下。天武大帝没有停息，接着又端起酒杯，诸君共饮。这一次殿内外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端起酒杯朝着高台处的天武大帝敬酒。天武大帝的这一番操作下来，把所有人都整不会了，就大周才子这表现还不错，他们都怀疑大周到底是不是倒数第二了。酒过3盏之后，天武大帝便不再说话，示意大家随意，宴会才正式开始。一些相熟的百官才子们相互的敬酒，朝中几位大佬老神在的坐在案几后喝着酒，说着话，不时有官员前来敬酒，几位大佬也是难得跟着举杯，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大周鸿胪寺的外交官员们端着酒杯朝着各国使团走去，最热闹的就要数南晋国这边。方旭被其他各国的才子们众星拱月般的围在了中间，纷纷向他敬酒。方旭也是来者不拒，频频举杯，还挑衅的看了一眼大周这边的才子们。徐老大，你说陛下今天兴致怎么这么高啊？不但没有怪罪，还勉励我们一番。一个白袍大周才子凑到徐谦身边问道。其他大周才子也是疑惑，都围了过来。徐谦扫了扫众人，无所谓的开口道：陛下的心胸宽广，不是我们可以揣测的，大伙吃好喝好，等着看戏就行了。众人互相的看了一眼，徐老大这话信息量有点大啊，难道事情有转机？但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转机？众人也不再猜测到底怎么样，谜底最终会揭晓，等着看就是了。张大人，陛下今天着实有些让人看不懂，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一个穿着排红官袍的老头朝着身边的官员问道。张大人也是费解的喝了一口酒，咂咂嘴说道：我也不清楚，陛下昨天还在承文殿为文会的事大发雷霆呢，但听说是接到了北境边关的战报后，大笑着走出的承文殿。张大人接着开口：难道是北境边关大捷，敌人南下犯边的事，朝中百官还是知道的，但具体如何，朝中确实没有任何消息。张大人摇了摇头，万民殿中如此的情形还有很多，相熟的都聚在一起议论着。高台之上，皇后看着下面的众人，低声在天武大帝耳边笑着说道：陛下这手倒是让群臣们好生猜测。天武大帝温和一笑回答道：呵呵，让朕平白被各国使臣挤兑了那么些天，朕就是要等各国使臣最开心的时候给他们一棒。皇后笑着摇了摇头，咱们陛下还真是够腹黑的。时间流逝，宫女们来回不停地换上热窑美酒，万民殿中大臣百姓推杯换盏，与民同乐，把宴会推上了高潮。大殿中，南晋国几位使臣互相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南晋国使臣独孤义站起身来，对着高台处拱手行礼道：大周皇帝陛下，此次文会大周学子压轴，也是着实不易，外臣在这里敬大周学子一杯。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此话一出，殿中饮酒作乐声顿时停了下来，一片寂静。殿内大周群臣激愤，这南晋国真是欺人太甚，就是几次三番嘲讽大周。哎，谁让我们技不如人？狗日的南晋国，逮着机会就奚落我们！大周一众才子这边有人小声骂道：压轴一般都是大戏，是倒数第二上场的，放在平时那是夸赞，但现在独孤义说出的意味就完全是嘲笑了。意思就是你大周才子那个倒数第二也是真不容易啊，倒是压轴大戏。群臣偷偷打量着天武大帝，发现天武大帝却并没有任何不高兴，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南晋国众人，又看了看坐在上首位置几位朝中大佬。
高长卿此时正坐在案几后，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一般。就连一向暴脾气的左相张礼都在悠哉地喝着酒。怪哉，怪哉！群臣虽然愤怒，但见天武大帝、朝中几位大佬表现得云淡风轻，毫不生气，也都怀着疑惑，压着火气。与南晋国交好的吴国和元国使臣见此，也知道南晋国的使臣想干什么，也在偷偷打量着天武大帝，没生气，也没脸色不好。要知道，文惠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总是明嘲暗讽地挤兑着大周。天武大帝虽然没有当场发怒，但也是脸色难看。这次居然没有生气，虽然感觉不对劲，但见天武大帝没有发怒的迹象，吴国使团的金鸿一开口了：“对，独孤大人说的是，这段时间大周众学子确实是绞尽脑汁了，也应该好好放松一下。外臣也敬大周才子一杯。”意思就是大周才子既只此儿。吴国在齐国文会中取得了第3的成绩，此时也是不放过机会的落井下石。元国这一次倒是没开口，可能是对大周才子们袖子里掉出的板砖、酒壶盘子有所忌惮。唐国、宋国、民国一向与大周交好，3国使团皱了皱眉。他们虽然对南晋国、吴国2国使团的表现不满，见大周一方没开口，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万民殿的宫门外，附近的百姓支起了一个个小摊，各个酒楼各坊的伙计们围坐在摊前喝着茶，眼神不时地飘向宫门。在看到有世子从宫门内走出后，伙计们纷纷上前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银两，塞进世子的手中，然后拿走一张张字条，四散而去。他们要把万民殿内发生的最新消息送回自家酒楼，各方讲给客人们听。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京都内安定坊太白居酒楼内，明才子听着万民殿内传出的消息，拍案而起：“这南晋国人真是可恶，竟然如此欺我大周！”文渊和尚玉春楼画舫内，大周才子大怒。如此这般发生在各个方士的青楼歌坊、酒肆茶楼中。狗日的南晋国，狗日的吴国！陛下如此隆重的举办贺冥宴招待他们，却还遭到他们的奚落，简直是不知好歹。此时的大周京都城内，市井百姓听着各地传来的消息，怒骂着，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感。看向大周的才子们，又多了一丝怨念。你们要是争气一些，也不至于让我大周如此受辱。大周的才子们崩溃，我们也想争气呀，实力不允许啊！欧米伽 W Kappa 德尔塔 H 与普西龙武 Net 大殿内，独孤义、金鸿一2人扫了一圈激愤的大周群臣，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大周几位大佬，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天武大帝身上，好像在等着天武大帝恼羞成怒。南晋、吴国一直跟大周就友好，之前的几十年几国之间来来回回的打了几场，都没有占到便宜，最近几年才比较平静。现在一有机会就会跟大周过不去。天武大帝没有开口，礼部尚书徐平西却是笑盈盈的站了起来。2位使臣说的不错，我大周留在京都才子也确实是不争气，不得不说南晋的才子确实是文采斐然。徐平西一开口，殿内一片哗然。南晋一众才子得意洋洋，方旭一脸高傲的仰着头，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耳朵却是竖了起来。各国使臣这么痛快承认，大周群臣却是听出了。留在京都的才子，徐老大，你家老爷子怎么向着南晋国的人说话？有大周才子开口：“别说话，静静的听着。”徐谦了解自己老爹，事情没那么简单。南晋虽然在齐国是会脱颖而出，但也不能太过骄傲。要知道，大周儒道可是历经千年，可不是你南晋能比的。徐平西微笑着看着南晋众人说道：“哈，我南晋儒道历史确实比不得大周，也只是文会得了第1而已。”独孤义还没开口，南晋的一位才子出声讥讽：“哼，你算什么东西？大人们说话可有你插嘴的份？”徐谦冷哼一声，对着南晋国才子开口道。徐谦看南晋国才子开口，自然不能让老爹掉身份，去跟南晋才子争辩。南晋才子听到徐谦出口不逊，也是毫不示弱：“我不算什么东西，那也比你们倒数第2强。” W Alpha Rho Casita 与普西龙武 Net 南晋才子意思：我们不算什么东西，那你们大周倒数第2就更不算什么东西了。不错，你大周才子也就牙尖嘴利，诗词却是毫无建树，还是回去好好读读圣贤书吧。吴国的一众才子也不甘寂寞，纷纷发言。大周一众才子瞬间炸开，也都纷纷出言还击。一时间，大殿中火药味十足，2国使臣也不出言阻止，就想着让大周颜面扫地。徐平西站在上首也不说，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你吴国也不过第3而已，大家都是儒道一脉的读书人，何必如此咄咄逼人？说话的是文会第2的唐国才子，此言明显是向着大周一方。
等你唐国拿了回首再说这话不迟。南晋的方旭开口了，唐国才子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说话。人家第一，不管说什么都没用，只会显得自己无能。大周一众官员素老顾及身份，也不能下场，只能干看着。方旭一开口，众人纷纷停了下来。人家说的对呀，有本事你拿第一再说，不然说再多也只是徒增笑话而已。看中众人哑口无言。方旭如得胜将军一般，得意地仰着头，一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南晋五国的众人也是一阵得意。站在上首的徐平西看着垂头丧气的大周才子，又看了看得意洋洋的方旭和两国使团才子，就要这样，你们越是得意，一会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绝望。不得不说，大周的君臣心真的是……嘿，见两边人都不说话了，徐平西才慢悠悠地走出来，接着道：日前内阁收到了一封来自北境边城的战报，我大周边城的境北县县令带领着1000县兵和百姓，抵挡住了敌人的3万大军，坚守了6天6夜。徐平西顿了顿，看向众人，各国使团才子第一反应就是吹牛吧，1000县兵和百姓抵挡敌人3万大军，还坚守了6天6夜。就连大周文武百官也都张着嘴，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齐国在地图上正好是并列在一条直线之上，北边边境都是荒原，南边都是海域。100年前，北境蛮人联合妖族诡异入侵中原大地，各国纷纷派出大军联合中原大地上的仙门、道家、佛门组成联军，在北境的荒原和蛮人、妖族诡异打了整整10年，才堪堪守住。卡德尔塔呼 net， 北境是齐国的边境，各国都有派重兵镇守，但北境实在太大，虽然有大军镇守，蛮人没有大规模的侵略，但时不时的还是会有北境各部南下掠夺各国边境，因此各国都有在和北边的蛮人作战。他们自然知道北境的蛮人有多厉害，所以才会如此震惊，不可置信。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跟齐国文会有什么关系？南晋使臣独孤义心中虽然不信，但还是开口道：徐大人，这个好像跟文会没有什么关系吧？殿中众人也是疑惑地看着徐平西，徐平西也不再卖关子，直接说道：我大周的这位境北县县令，经才艳艳，才华横溢，在城墙之上写出了传千古的诗词，引发天地异象，震退敌人。什么？诗传千古，引发天地异象？夸张了吧？有如此才华，能在边境做小县令？这下就连大周众人心中也是有些不相信了。我大周还有人有这样的诗才？整个万民殿一时间如菜市场般议论纷纷。天武大帝坐在高台之上，嘴角含笑地看着众人，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皇城外的京都内，各个酒楼歌坊中的才子佳人们听着万民殿内传来的消息，越加愤怒了。可听着听着，北境战报，诗传千古，天地异象，坚守6天6夜，震退3万敌人，此言可当真？有才子直接跳了起来，抢过伙计手中的字条，快速看了起来。诗词可出了？才子们迫切地问道。还没，伙计答道。快去守着，出了第一时间送来。说完，一锭5两的银子塞进了伙计手中。哎，话音未落，跑腿的伙计已经出现在了楼下的街口。整个京都内，各个酒楼歌坊、青楼茶馆的伙计们捏了捏怀中足够他们辛苦1年工钱的银两，飞速地朝着万民殿宫门奔去。万民殿内，各国使团才子，难道你大周倒数第2抹不开面子，故意找的说辞，一副我不信的样子？最高兴的当属于大周一方，心中虽然也是怀着疑惑，但却并没有怀疑徐平西的话，只是不知道这样惊才绝艳的人物如何会放逐到边境去当县令。看书啦！南晋国一方最不愿意相信的就属方旭了。方旭坐在案几后，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要是大周这位县令真做出了诗传千古的诗词，那他这个齐国文会魁首可就保不住了。他的诗词虽然不错，但也只能堪堪达到诗传100年，跟1000年那可差远了。方旭站起身，朝着天武大帝行了一礼，然后又朝着徐平西拱手道：徐大人，可否将诗词让我等一观？徐平西一笑，不可置否，当然。话说着，人却往座位上走去。正当众人疑惑，最上首位置一直闭目养神的首辅高长青却是站了起来。殿中众人一愣，这是须发洁白的高长青，一身大周排红官服，身材高大，一身大周排红官服，头顶乌纱，显得威仪赫赫，不怒自威，扫视着众人。殿中顿时一阵安静。高长青朝着天武大帝躬身行了一礼，扫视了一圈大殿之内的众人，这才开口道：我大周建国1000年，儒道便传承1000年，文人辈出，在历代皇帝的带领下，国富民强，四海升平，
而今在我天武皇帝之下。高长卿说到此，又转身朝着天武大帝一礼，继续开口道：北境靖北县县令李牧、李清州于半旬前亲自提着宝剑，率领县兵百姓抵敌人3万大军于靖北县城外。敌人3日未能攻破靖北县，敌人3王子见迟迟不能攻下，只得增加兵力猛攻。乱箭之中，靖北县令李牧胸口中了一箭。高长卿运才气于身，声音在整个万民殿内外的众人耳边响起：中箭了。这才第3天，接下来如何守？大殿内一片安静，众人想知道接下来如何，却也不敢催促，只能耐着性子等长卿说下去。他们想知道靖北县令受了重伤，还如何抵挡敌人3万大军。高长卿看着众人一副急不可耐、抓耳挠腮的样子，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接着说：此时已是午时，因天降大雪，敌人不得不撤军。原来是大雪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众人心中想着。高长卿没有理会殿内众人，接着说道：一直到申时，大雪方停，敌人大军兵临城下，又开始了一轮的攻城之战。县令李牧看着一个个倒下的士卒，拖着重伤的身子，脚步凌空一踏，立于城墙之上，手中大笔一挥，殿内殿外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漏听。而说到此处的高长卿却又停了下来：你倒是接着说呀！众人窃窃私语，对高长卿吊人胃口充满怨念。高长卿倒是没让众人多等，拿出袖中的法旨：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之凝叶子。诗词响起在万民殿内外，半阙念完，在座的众人都纷纷停下了交谈。高长卿虽然不是大儒，但是也是儒道大家，半部大儒的境界。此时按照韵律诵念手中的诗词，虽然只念半阙，在座的大周文武百官、各国使臣、文人才子、百姓当中都有文辞功底深厚之人。卡德尔塔呼 net 听到这里，便已能从诗词意境中感受到了靖北城在敌人大军的威压下显得岌岌可危。高长卿这次并未吊众人胃口，开口念出了下半阙：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念完最后一句，高长卿又低声重复了最后一句，久久不能平息。儒道大家带情感咏诵诗词，可以把人带入其中。欧米伽w 开普德尔塔 h 与普西龙舞 net 在高长卿的情绪带动下，此时的万民殿在座的众人都深深地陷入了靖北城战争当中，身临其境一般。他们看到李牧只身立于靖北城上空，天地异象齐出，一轮金色太阳在其身后缓缓升空，金光四散，笼罩了整个靖北城的战场。敌人大军滚滚而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兵临城下，犹如黑云翻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周将士们的铠甲在金色太阳的照耀下金光四射，敌人的号角声响彻了深秋的长空，金色的光芒把北境边塞的天边凝结成了紫色。大周的龙旗半卷，夜幕下的北境异常寒冷，城墙上的战鼓音结霜，传出的声音显得郁闷低沉。为了保家卫国，报答皇帝陛下的厚爱，将士们手里提着宝剑与敌人厮杀，甘愿为国血战到底。城墙上刀剑相撞，血肉横飞。久久，万民殿众人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众人一身冷汗，仿佛参加了战斗一般，心有余悸。众人抬头望去，高长卿已经回到了座位之上，一个人正在喝着酒。一首诗把众人带到了靖北城战争当中。念诗的高长卿更能亲身体会到李牧当时的心境，比在御书房刚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触动更深。好诗啊！此时的万民殿中有人对望了两眼，口中喃喃，还在回味着这李牧、李清州是谁。有人疑惑，都在互相打探，众人都在摇头表示不知。如此精彩艳艳之辈，不该没人知道啊！但在场的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在座的众人心中不解。而七国使团这边，各国才子使臣神色不一，有惊叹的，有不可置信的，眼神复杂。南晋国这边，方旭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蠕动着，眼里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神采。高台之上，天武大帝正闭着眼回味诗词意境，就连皇后都在一旁小嘴微张，一脸惊叹。好！天武大帝突然眼睛睁开，大喝一声，站起身，端起了手中的酒杯，朝着众人说道：这杯酒敬晋北城的将士儿郎们，他们都是好样的，不愧是我大周儿郎，诸君共饮。说完哈哈大笑，一口喝完了金樽中的酒。大殿之中的大周文武百官、学子才子、百姓们纷纷站起了身，端起酒杯。到现在他们都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各国使团也都纷纷起身，
心里虽然不甚滋味，但也还是做足了面子。他们知道此夜过后，天武大帝将和这首诗一样名传千古，羡慕啊，心里酸酸的。当然，羡慕的不只是各国使臣才子，大周的一众文官才子心里也酸。试问那个读书人不想名传千古？大周有这样为了报答皇帝厚爱，拼死保家卫国的臣子，证明这位皇帝在位时是多么的英明神武。这首诗可以说是写到了天武大帝的心里去了。当后世有人提起，那必当会提及天武大帝。只有这样的一代大帝，才配得上这名传千古的诗词，才配得上这样经才绝艳之辈甘愿为其抛头颅、洒热血。此时的万民殿宫门口，各个酒楼各方的伙计们并没有坐在小摊上，而是都站在了宫门前，一个个翘首以盼，今晚能收到多少赏银，就看他们跑得有多快了。不多时，宫门走出来了云麓书院的学子，在收获一袋袋银子之后，不舍得看了看万民殿宫门，又掂了掂手中的银两，朝着文渊河走去。其实只要宫中有重大的诗词歌舞，都会有一些家境一般的学子，中途会把消息从宫中带出来，卖给各个酒楼茶肆、青楼歌坊。但是出了宫门就不能再回去了。文渊河上，一艘3层楼高的画舫之上灯火通明，画舫内丝竹声声入耳，歌姬乐伎环绕其间。这是京都内最有名的画舫——幻音画舫。3楼一个布置典雅的房间内，熏香炉内的青烟袅袅升起，房中摆了2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书籍，根本不像一个女子闺房，更像是一个读书人的书房。临窗的矮榻上，一位身材修长窈窕的青衣女子，一头秀发披肩，正坐在窗前，杵着下巴看着窗外的文渊河。小姐，今夜的京都格外的热闹，陛下的万民殿中举行了鹿鸣宴，今夜京都金无不金，您真的不出去走走吗？门口传来了跑动的脚步声，一名丫鬟打扮的少女喘息着向屋内小跑而来。青衣女一闻言，头也没回：“燕儿，不是让你出去打听消息了吗？怎么光顾着玩去了？”青衣女子慵懒性感的声音传来：“打听到了，打听到了。”名叫燕儿的丫鬟跑到房间内的桌子前，倒了一杯茶，一口喝完后继续道：“万民殿内，南晋国或吴国的使团出言挤兑陛下，但好像听说咱都大周有失传千古的诗词出现，好像是什么北境传来的。失传千古？”青衣女子转过头来，凤眉明眸，皱了皱眉，看着燕儿：“你却认定你没听错？”青衣女子双眼顾盼离间，竟有一丝丝的勾魂夺魄，却又不显妖冶。哎呀，小姐燕儿听得真儿的。临街的好多酒楼歌坊的才子们都在说此事呢。燕儿撅着嘴，诗词可传出来了。青衣女子好听的声音再次响起：“还砰好，哈哈哈！”燕儿话还没说完，画舫内楼下传来了拍桌叫好的喧哗声。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诗词传出来了。小姐，你等等我去看看。听着楼下传来的喧闹声，燕儿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还不忘跟青衣女子说一声：“真有传千古的诗词出世吗？”青衣女子起身朝着楼下走去。京都的各个酒肆茶楼、青楼歌坊中传来了一阵阵拍案叫好声。李牧、李清州，真乃我辈楷模，我大周竟有此精才绝艳之辈。街道上、小摊前，百姓们见一个个才子们兴奋异常，不明所以。经过一番打探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一众市井百姓抬着头看着天空，半晌才长舒了一口气，牛逼！他们也想像那些才子一样来一句知乎者也，但奈何还是文化水平有点欠缺。牛逼2个字已经是他们能想到最好的赞美方式了。幻音画舫，楼内的才子们看着手中的纸筏，激动地说道：“此诗一出，看谁还敢说我大周无人，真是太解气了。当扶一大白，哈哈，共饮之。我辈读书人之楷模，李清州。”有一些平日里互相看不顺眼的才子们，此时却是无比的和谐，嘴里喃喃念叨着手中的诗词，不时的摇头晃脑。青衣女子听着楼下的才子们的高呼声，缓缓地走了下去。“呀，小姐，你怎么下来了？”丫鬟燕儿惊讶地说道。“淼淼姑娘。”还不待青衣女子开口，就有眼尖的才子惊呼道：“呀，真的是淼淼姑娘！”楼中一众才子激动地向青衣女子打招呼。要知道，淼淼姑娘可是整个京都的花魁，听闻淼淼姑娘喜欢诗词，平时里只有一些诗词大家才能与之相见，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半吊子水平的才子能见着的。没想到今夜竟然在此见到了，一众才子也是好生激动。青衣女子看着激动的众人，轻轻扶礼：“淼淼多谢诸位公子抬爱。”方才淼淼在楼上听到诸位公子在楼下的欢呼声，一时好奇，希望没有打扰到各位公子。不打扰，不打扰。淼淼姑娘能下楼与我等一见，我等不甚荣幸。一众才子纷纷抢先开口。
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听完后，青衣女子起身，拿过燕儿端来的酒杯，朝着众人说道：“淼淼打扰诸位公子的雅兴，在这敬诸位公子一杯。今日淼淼身子不适，就不陪各位公子了。W Alpha Row Casita 与普西龙舞 Net， 淼淼姑娘身子不适，就请回去多休息休息，不用陪着我等。”有才子立马开口道：“对对，淼淼姑娘请回。”一众才子附和道。青衣女子扶了一扶，转身朝楼上走去。今夜不虚此行，哈哈！楼下众才子们高呼。此时的万民殿内，大周一方众才子不复之前的没精打采，个个神情激动的在讨论着。徐老大，你认识的人多，可知道这李牧是谁？其中有才子开口问道。看书啦，我也不知道，没听说过。徐谦喝了一口酒，摇了摇头。嘿嘿，不管如何，这一次是狠狠地打了其他几国的一巴掌。一众才子玩味地看向南境五国元国使团所在的位置，嘿嘿地笑着。五国使团金红一看了一眼大殿之中开怀痛饮的大周众人，好像在嘲笑他们一样。特别是大周的一众才子，看起来更是可恶。大周皇帝陛下，刚才听闻靖北县令是抵挡了敌人大军3天，就算这首诗词引发天地异象，也不能持续那么多天吧？金红一招着天武大帝拱手，开口怎么都要膈应你们一下。大殿中顿时又安静了下来。南晋国众人眼睛一亮，对呀，就算你师出千古，但还有3天呢。或许他们都忘了这比的是诗词，而不是守城。大周一方也都纷纷看了向天武大帝，他们也好奇。天武大帝喝了一口酒，没有说话。坐在上首位置的吏部尚书孙平凡闻言，眼神一亮，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哈哈，谁说就只有一首诗的？孙平凡起身朝着殿中走去。Cap 啊 Delta Net， 金弘毅有些懵，跟着懵的还有各国使团，就连大周一方也是张着嘴。什么情况？难道还有诗传千古？难怪陛下要大肆操办鹿鸣宴，难怪今天陛下和几位大佬老神在在的。大周众人一副我懂了的样子。孙大人此话何意？说话的却是独孤义。那我就接着为大家解惑。孙平凡一脸严肃地板着一张脸。晋北城第4日的时候，敌人见久攻不下，派出了5品大修行者袭杀李青州，但却没有成功。殿内顿时嘈杂了起来。什么？敌人出动了大修行者，还没成功？李青州虽然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攻击，倒也身受重伤。孙平凡开口，殿内又安静了下来。这也激起了李青州的血性，一句道：“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引发天地异象，国运加深，又抵挡住了敌人第4天的攻城。”孙平凡一口气说完，也不做停留，转身回到了座位。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殿内大周众人轻嚼，顿感浑身热血沸腾。好一个李青州，好一个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这么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怎么就没有从军呢？哎，一个胡子花白、穿着铠甲的老头站了起来，痛心疾首地说道：“定国公顾堂。”一众武将把暗戟拍得砰砰作响。本身齐国诗会跟他们武将是毫无关系的，他们也是不关心的。一群大老粗军中汉子也不懂什么知乎者也，他们也就是来走个过场。可这一句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写出了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大周武将的一种认可。不激动都不行。就连一众文官才子、百姓听完都恨不得提刀上战场厮杀上一番。这是对自己国家多么自信，才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可以说，李牧一首诗词，一句真言，已经把大周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心都给俘获了。反观各国使团，除了唐国、宋国、民国有些激动，其他3国众人紧绷的脸微微松了下来。虽然真言也引发了天地异象，但比起诗词来说要简单得多，这也让其他几国微微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由我来为诸位讲讲后续的事情。大殿内如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张礼走了出来。左相张礼，这么说后面还有重头戏？这不太可能还有反转了吧？在座众人猜测，晋北城第4天的时候，城中百姓听到李青州的犯我大周者，虽远必诛，都提着刀剑上了城墙，最终守住敌的一次次进攻。张礼并没有啰嗦，一如既往的简洁明了开口。大雪又漫，一直到第5日的卯时初方才停了下来。敌人大军又开始攻城，一夜的厮杀。李青州举半城之力，坚守到了第6日。李青州看着一个接一个倒下的大周士族百姓，奋力的厮杀着。大殿众人安静的听着，虽然张礼只是简单的叙述着，但他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战况的惨烈。
敌人派出了3名一流境界的万夫长，加上一个五品大修行者的剑修，牵制了李青州。李青州无法来回救援，看着城墙就快要被敌人攻破，万民殿一片寂静，就连各国的使臣才子们都提着心，大气都不敢喘。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李青州腾空，一招解决了敌的大修行者。趁着战事异象还未消散，李青州解决了城墙上的大部分敌人。整个万民殿都石化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战师啊，100年未曾见过有人做出了吧？这李青州到底是怎么一个风华绝代之人？这一下，就连南晋、吴国、元国3国的读书人对李青州这个名字都只有敬佩了。战师，天下有才气的读书人皆可用。就算李青州战师出，解了一时之围，但敌人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发起了最后的猛攻。最后时刻，李青州又做出了一首传千古的诗词，一直坚守到了大周的援军赶至。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赞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张礼说完也没有停留，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9999，整个万民殿一片死寂，震惊。一连出现的战诗、箴言、传千古的诗词让众人消化不过来。大周的武将们沸腾了，他们不懂诗词，没有读书人那么感触大，但最后的一首诗却谱写了他们的一生。试问哪个从军的将士不想封侯？文人才子们麻木，他们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人2天内2首名传千古的诗词，1句箴言，半阙战诗，他们想象不出这是怎么的才华横溢。而最先反应过来却是南晋国的才子方旭。大周众人见到走出的方旭，以为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学生方旭今日才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取得一丝成绩便骄傲自满，不把天下的读书人看在眼里。今日方知自己乃井底之蛙，学生羞愧难当。方旭却是朝着天武大帝恭敬地行了一礼，高声说道：哦，天武大帝有些意外方旭的表现，但还是开口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读书人君子之风就该如此，知道不足就该奋起直追。殿内众人窃窃私语，这南晋国的方旭不简单啊！是啊，受了打击，竟然不退反进，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南晋国众人没想到平日里高傲的方旭居然有如此觉悟，看着方旭眼神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只是不复之前的锋芒毕露。看书了啊！南晋国使臣也是欣慰的点了点头。这次文会，李青州虽然没来，但他所作诗词，我南晋国不如矣。魁首当属大周，独孤义但也坦荡，直接开口。各国使臣才子闻言也是连连点头，生不起丝毫意见。毕竟实力在哪里？可以说今夜受到最大好处的就属方旭了，完成了整个人的蜕变。最大的赢家当属大周一方了。事情的反转大出他们的预料。大殿外已经有几个学子起身朝着宫门外走去，他们要尽快把这个消息送出，不能光我们震惊，大家一起震惊。这一夜的鹿鸣宴是属于大周的，属于李牧一个人的独角戏，虽然李牧自己不知道。天色渐晚，鹿鸣宴散去，今夜参加宴会的众人回到家都还晕晕乎乎的，嘴里还在念着2首诗词，意犹未尽。武将们为了要把自己孙女儿许配给李牧，吵得不可开交。道士走在一旁的高长青看着吵闹的武将们，眼睛一亮，站在一旁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远在北境的李牧不知道的是，就在今夜，在他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就要多了一个媳妇。各国的读书人连嫉妒的心都不敢有了，有的只是深深的敬佩。京都内的各个酒楼茶肆、青楼歌坊都没有了之前愤怒的叫嚣，也没有了高兴的拍案而起，有的只是沉默，只有沉默能表达心中的震撼。最开心的就是坊间百姓们，本来输出去的银子又回来了，还翻了1倍，只能不停在念李牧牛逼。文苑河，青衣女子坐在窗前，有些怅然看着手中写满字的法纸，轻轻念叨着：这是何等风华绝代之人，能写出这等精彩绝艳的诗词，不知有没有缘见上一面。这一夜，京都的歌坊、青楼中的花魁们听着传来的消息，都幻想着能见李青州一面。如果李青州能为自己也写一首诗词呢？想都不敢想。京都一夜繁华，李青州注定要名传天下。这真的是10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诗出天下知。皇宫内，御书房，心情大好的天武大帝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来到了御书房。W Alpha Rho Casita 与普西龙武 Net。一想到南晋国、吴国、元国使臣那从一开始吃瘪，到失魂落魄，再到最后的心悦诚服，天武大帝就哈哈哈大笑起来。赵大办传令下去，让值班的司仪大臣们讨论一下，
拿出一个奖励方案来。李牧的奏折也应该快到了，这事你亲自盯着，赏罚分明，是国之常典。天武大帝一边踱步往外走去，一边说道：“老奴遵旨。”赵莫公要行礼。靖北县县衙后院内宅，小蝶在从自家少爷口中得知小丫头的哥哥是为了救李牧战死在了城墙上，对小丫头就更上心了。小丫头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李牧的妹妹，虽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小蝶也把小丫头当成了自己家小姐一般对待。偏厅内，李牧正在跟小丫头坐在桌前吃着早饭，小蝶在一旁伺候着。经过一夜的休养，小丫头脸上的淤青消了大半，情绪也好了许多，不再像之前如受惊的小兔子般，只是一时间还不习惯，坐在桌前小口的喝着粥，时不时小心翼翼地偷看了一眼李牧。当李牧看他时，又飞快地低下头喝粥。这小丫头一时间还不习惯，以后慢慢的就好了。李牧心里想着。小然昨晚睡得还好吗？李牧喝着粥，假装不在意的开口。小丫头愣了一下，但还是诺诺的开口道：“大哥哥，小然昨晚睡得可好了，一觉睡到了天亮，还是小蝶姐姐叫小然，小然才醒呢。”李牧看着小丫头懂事的样子，有些心疼。早上的时候还听小蝶说，昨晚小丫头睡着了，嘴里还一会喊着爹爹，一会喊着哥哥，中间醒了好几次。看书了啊？哎，李牧叹了一口气，这小丫头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不过还好，以后有自己好好待她。大哥哥，是哥哥让您来接我的，怎么没有看到哥哥呀？小丫头诺诺的声音把李牧从思绪中唤醒。李牧沉默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你爹爹和哥哥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李牧沉默半晌，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开口对小丫头说道。他不敢去看小丫头的眼神。哦，小丫头低声应了一句。爹爹和哥哥是死了吗？小丫头突然一句话把李牧说愣住了。李牧抬起头看了一眼小丫头，见小丫头纯净的眼神中并没有悲伤，又看了看在一旁忙活的小蝶。小蝶急忙摆手，可不是我说的。李牧转过头盯着小丫头，艰难地露出一抹笑容道：小然，是谁告诉你你爹爹和哥哥死了呢？小丫头乖巧地坐在椅子上，认真地说道：是爹爹告诉我的。听到这话的李牧背脊一阵发凉。你爹爹给你托梦了？你爹爹是怎么跟你说的？李牧心虚。以前的时候，小然问哥哥娘亲去哪里了，哥哥告诉小然说娘亲死了，但爹爹却说娘亲去了很远远的地方，在天上看着小然呢。小丫头低着头，一边绞着小手，一边说道。李牧正在想如何跟小丫头解释。是的，你爹爹娘亲还有你哥哥都在天上看着小然呢，所以小然并不是一个人。李牧摸着小丫头的头，心里充满愧疚。如果不是为了救自己，那个少年可能就不会死在敌人的刀下。看着李牧不开心的表情，小丫头懂事的抬起小手蹭了蹭李牧的手。大哥哥，不要不开心，小然没事的。小小年纪的他虽然懵懂，但心里也知道他以后再也见不到爹爹和哥哥了，就像一直没有见到娘亲一样。看着反过来还安慰他的小丫头，李牧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哥哥以后就是小然的哥哥，以后小然就跟着哥哥一起生活，好不好？小丫头努力的点点头。哥哥放心，小然很乖的，什么都会做，会自己穿衣服，会做饭，还会洗衣服，还会。小丫头皱着眉，努力的想着自己会的东西，想让李牧知道她不会拖累李牧的。小然真能干，不过以后在哥哥家里，小然不用去做这些，因为小然还小，最大的任务就是开开心心的长大，等小然长大了再帮哥哥做这些事情。看着小丫头皱着眉，掰着手指算自己所会的，李牧心里明白，这小丫头是生怕自己不要她。现在好好吃饭，吃饱饱的，一会让小蝶姐姐带你出去逛街，哥哥还有事，等哥哥忙完了再带小然出去玩。李牧拍了拍小丫头的头，又给她拿了一个包子。哥哥您先去忙吧，小然可以照顾好自己。小丫头咬着包子，眼睛眯成了月儿。呼，走出偏厅的李牧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总算把小丫头安抚好了。其实小丫头根本就不用哄，什么事都懂，让李牧想好的说辞都没用上。李牧收整了一番心情，走出了内宅，朝着二堂走去。此时的县衙各部已经都正常开始新的一天运转了。敌人南下，靖北县下受到战争波及的村落很多，李牧需要下乡去安抚，看望受到敌人洗劫村庄的百姓，还要安排指挥各村落的重建，可以说事务繁重。李牧来到了二堂，看了一下衙门各部报上来的文牍，便喊来了主簿范春远和周廷两人，准备出城去各个村落看看。
战后的靖北县显得有些沉闷。走在大街上，刺骨的寒风卷起了道路上的积雪，给本就沉闷的靖北县增添了几分萧瑟。一辆马车在几位县衙快手的驱使下，快速地朝着城外奔去。周婷骑着马走在最前面，马车内范春元正向着李牧汇报着城外村落的受损情况。大人，靖北县下的12个村落，除了邙山东面的7个村落离敌人进攻县城的路线较远，没有受到波及以外，其他的5个村落有2个村落被屠了村。范春元语气沉重地开口。其他3个村落如何？李牧心中也是压着一片怒火。其他3个村落得知敌人来袭，算是撤得及时，躲进了邙山。虽然人没事，但村里被洗劫了一空，房屋也都被烧毁，算是损失惨重。听到李牧发问，范春元继续开口道：“这帮畜生，迟早有一天一定也要让他们尝尝被屠杀侵略的滋味。”李牧暗骂了一句：“大人，许家村到了。”马车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了周婷的声音。李牧看着眼前大雪覆盖下断壁残垣的村落，脸色阴沉，朝着村里走去。几人也是一脸痛恨地跟在李牧身后。整个村落大概50-60户人家，这是到靖北县的必经之路。村中100多口人全被敌人屠得干净，没留下一个活口。在李牧昏睡的3天里，县衙众官吏们已经派人处理了尸体，还未倒塌的墙壁上隐约还能看到深褐色的血迹。站在村中的李牧甚至能感受到敌人大队人马冲进村落，见人就杀。鲜血，大火笼罩了整个许家村，百姓们四处奔逃着，哭喊着求饶着，但依然没能逃过敌人的屠刀。连续看了2个被屠的村落后，李牧心中很难受。李牧想不通，同样是人，为什么就那么狠得下心？也许这就是老祖宗们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吧”。只有强大的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4时3刻，李牧一行人到了大王村。大王村的人都没事，但房屋都被烧毁了。村中70多岁的老童生带着李正、王富贵和几个青壮在村口接见了李牧。参见县尊大人，见过各位上官。草民是大王村的李正、王富贵，这位是我们村的私塾先生王长寿。李正、王富贵见到李牧等人，连忙介绍道：“看书啦，老朽参见县尊大人，见过诸位上官。”村老王长寿一众青壮恭敬地开口说道：“诸位乡亲父老，不用多礼，本官是代表朝廷前来慰问大家的。”李牧上前扶住了王长寿，开口道：“这么大的年纪，李牧还真不敢让接受。老人家说起来还是晚辈的不是，这么些天了才来看望诸位父老乡亲。”李牧看着眼前站在风雪中几位大王村百姓说道：“县尊大人言重了，草民们也听说了。大人为了守住靖北县，6天6夜不曾睡觉，县尊大人才是辛苦了。70多岁的村老，虽然年纪大了，但穿着打扮却是一丝不苟，精神头很好。”一身半新的青色棉袍，干干净净，